你说这世界哪有这样当妈的？不想养了就把孩子丢警局门口。谁说不是呢？这孩子看起来才3岁，这当妈的就把人给丢了。姐姐，你们找到我爸爸了吗？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待会儿就来接婉婉回家了，婉婉再乖乖等一会儿好吗？可是婉婉没妈妈啊。队长，人已经抓到了。这丫头是我3年前花钱买的，后来同村的张道士说有缘，我又正好怀孕，所以就把那死丫头送给了他。结果张道士没2年就死了，我好心把他接回来，没想到这不会那不会，还把我们家宝贝疙瘩给弄哭了。最重要的是吃的还多。你说这孩子是你在3年前从别人手里面买的？李春梅很快就把当年的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警察同志，您看您问也问完了，能不能放我回去？我们家的宝贝疙瘩这时候还没吃饭呢。那苏婉婉呢？你们谁爱要谁要，反正我不要。实在不行就送这死丫头去福利院吧。当初要不是我，她早就饿死了。李春梅，要不是你，或许苏婉婉就不会被拐，又或者苏婉婉早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找回去。你有没有想过孩子丢了做父母的有多着急？你心里明明知道苏婉婉是被拐卖的，为什么不报警？婉婉吃饱了没有啊？吃饱啦。婉婉知道妈妈叫什么名字吗？师傅说我妈妈叫徐婉清，我爸爸叫苏纪周，婉婉还有很多哥哥。不过师傅告诉我，我妈妈去天上当神仙啦。去医院给婉婉采血，然后到资料库做 DNA 对比。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请问您是苏纪周先生吗？我是 C 市龙潭镇派出所的民警，我们最近破获一起拐卖案，您的女儿找到了。什么？3年，整整3年，谁知道我的3年到底是怎么过的？我的女儿终于找到了。3年前，苏纪周的妻子徐婉清怀孕8个月时因车祸孩子提前出世，而徐婉清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然而不到1天，医院告知原本放在保温箱的孩子被偷走。这些消息对于苏纪周如同晴天霹雳。然而现在，苦寻3年的孩子终于有了消息。西市龙潭镇，我的女儿，爸爸来了。苏纪周终于赶到了派出所门口。爸爸，宝宝，怎么了？爸爸怎么跟师傅说的不一样啊？宝宝，难道爸爸和你手里的不一样，宝宝就不喜欢爸爸了吗？喜欢爸爸，爸爸最好了，婉婉最喜欢爸爸了。爸爸也爱婉婉。咦，按道理说苏婉婉是被拐卖的，从未见过苏纪周才对。可是刚刚苏婉婉怎么一眼就认定了眼前的男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呢？婉婉，可不可以告诉哥哥，你是怎么知道面前的叔叔是你爸爸的？可能这就是缘分吧。苏先生，这些天我们通过婉婉的案子导出了不少窝点，等案件结束，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婉婉回家了，记得给哥哥打电话哦。那婉婉以后都可以给哥哥打电话吗？打视频都可以。可是婉婉不会怎么办？爸爸回家教你，我和婉婉会在 C 市待2天，回家就让婉婉给你打电话。对了，哥哥，最近几天晚上别走人少的巷子哦。这是婉婉送给哥哥的平安符，哥哥一定要带在身上哈。何琼下意识地接了过来，但却并不怎么在意。仅仅几秒的时间，他额头上的黑气又重了几分，隐隐约约有了笼盖之势。哥哥，师父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总之这几日别走小巷子，不然有血光之灾。好，哥哥记住了。婉婉把好运送给哥哥，哥哥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好了，爸爸，我们走吧。这次来的匆忙，好多事情也没有来得及去准备。宝宝，对不起。没关系。爸爸，这些小姐姐手里面都拿了什么啊？是奶茶，宝宝是不是想喝？想。爸爸给你买。爸爸，我不知道选哪个。那婉婉最喜欢吃什么水果？荔枝。麻烦给我女儿一杯荔枝波波奶茶，热的3分糖。好的，谢谢漂亮小姐姐。小妹妹你也很漂亮。你一个穷鬼，装模作样的干什么？选了半天就选了一杯最便宜的，要我说没钱喝奶就不要喝，害得我在这里排了这么久的队。姐姐，你眼睛上戴的是什么呀？姐姐，你戴这么黑的东西，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吗？以前天桥下行骗的道士戴的就是跟姐姐一样的东西。哈哈哈，这小孩都死了。就是，怎么能一本正经的说大实话呢？姐姐，打人是不对的，你要是再不道歉，小心我打你哦。姐姐，不道歉你会倒霉的哦。我凭什么要道？呀！老娘告诉你，你要是再勾引我丈夫，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再把你身份信息送皇上。没想到这女人还是小三，活该被打。那小朋友也是倒霉，
碰到这么个神经病，晦气死了。小妹妹，你的奶茶好了。真好喝呀，爸爸也喝。婉婉喝完奶茶后，苏纪周又领着小家伙去吃饭。等回到酒店时，天已经黑了。这时，老爷子的视频电话打了过来。快给老头子看看我们苏家的小宝贝。婉婉过来，快叫爷爷。爷爷。丫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到时候爷爷来接你好不好？好呀，婉婉明天就和爸爸回去了。爷孙俩聊了一会，婉婉的脸上就出现了倦意。老父亲果断挂了视频。婉婉累了，爸爸带你去睡觉吧。婉婉，婉婉，爸爸，我在这里。咦，怎么了？天庭饱满，山根高阔，爸爸是大福之人。婉婉真厉害，还会看相。我和师傅学了一点点相术，不过爸爸要注意身体，少喝酒哦。自从妻子女儿接连出事以后，我便无心管理公司，公司事务接连丢给大儿子以及老爷子看管。这3年确实没少喝酒，爸爸以后都不喝酒了，宝宝原谅爸爸好不好？好。苏纪周和女儿洗漱完，又带着女儿去商场挑选了几套童装，这才来到了机场。小朋友，你这把剑是不能上飞机的哦。可是这是我师傅的遗物呀。女儿就是贴心，知道自己不能带上7星剑后也不闹。我们把7星剑寄回去好不好？等过2天晚晚就能看到7星剑了。7星剑2天后就能到家。好。婉婉第一次坐飞机，看什么都觉得好奇。爸爸，这窗户怎么打不开啊？宝宝，飞机上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那不会闷着吗？不会。那要是闷着了怎么办？应该没出现过这个问题。爸爸，我们现在是在天上吗？那我怎么没看见妈妈和师傅啊？婉婉，哼，师傅又骗小孩。苏纪周见苏婉婉没哭，心里也松了口气。我操，这小孩真的太逗了。男人也好帅，呜呜，我也好想拥有这样的女儿呀。爷爷。哎呀！婉婉，你们都不准过来，再过来我就杀了他。只要你不伤害我女儿，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给我准备1辆车和100万现金，给你半小时的时间，不然我不介意跟你女儿同归于尽。这位大叔印堂发黑，山根低而窄，一看就是大奸大恶之人。看什么看？叔，你马上就要倒霉喽。叔，你是我见过最倒霉的人了。叔，师傅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闭嘴！这他妈谁家的小孩，话怎么这么多？唉，不听婉婉言，吃亏在眼前。婉婉，爸爸，我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宝宝和爷爷一起回家吧。好。这次突然事故被不少人拍了视频上传到了短视频上，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这也太可怕了吧，见人就砍。我是学心理学的，看了不少视频，可以确定这男人已经杀红眼了，遇到这种人真的倒霉。只有我一个人怀疑视频是真是假吗？现在小孩都这么厉害，被人用刀子抵着脖子，不哭不闹，最后还把人给丢出去了。警方通报的还有假，视频里的男人当时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说不定累了呢。再说了，人类满级小孩还少吗？就是，说不定人家只是力气大了一点呢。虽然我知道这时候说这些不好，但是仔仔真的好可爱啊，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娃。大凶之兆，早就让你把树给砍了，现在好了，把我乖孙女给吓到了。婉婉不要怕，爷爷抱你进去好不好？好。这屋子周围全是黑雾和阴气，看情况这不像是自然染上的，更多的像是人为。这2张符，爸爸和爷爷一人1张，记得一定要带在身上哦。好，爸爸一定随时带在身上。爸，收养婉婉的人是个道士。爷爷一定会认真放好的。婉婉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苏纪周把这2天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爷子。这李春梅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联系了律师团，虽然现在还没有买卖同罪的法律，但他也休想再作恶。婉婉回家了，你也该收收心，明天就回公司。
好。有闺女在身边就是好，这是我3年以来睡得最好的一觉了。爸爸抱。宝宝你醒了，爸爸带你去洗漱，然后下楼吃早饭。好香呀，爸爸抱。爸爸，这个是什么？这是三明治，婉婉要吃吗？要。爸爸，不好吃。给小姐蒸几个包子，再来一杯豆浆。佣人按照苏纪周的要求，很快就把包子端了出来。婉婉一口一个，吃得十分高兴。不过在婉婉吃下第10个的时候，就不再吃了，但是眼睛不停地盯着餐桌上的包子，却依旧不肯伸手拿。还要不要再吃一个？不用了，剩下的给爷爷吃。感情是为了这事。爷爷年纪大了，现在还在休息，等爷爷睡醒了，自己会下来吃的。乖，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婉婉一听，眼睛倏地一下亮了起来。直到吃到第20个的时候，婉婉这才打了个饱嗝。还好爸爸有钱，不然都快养不起婉婉了。都怪婉婉太能吃了。就算是100个婉婉，爸爸也养得起。不行，爸爸只有婉婉一个女儿哦。好，爸爸只有婉婉一个女儿。爸爸待会儿要去公司上班，婉婉要去吗？要。爸爸公司在这里面吗？这一栋都是爸爸的。爸爸，你真的没骗小孩，师傅说的没错，爸爸果然是有钱人。怎么了？难不成你师傅还把你饿着了不成？没有啊，婉婉师傅没有饿着婉婉哦，他怕婉婉饿着，走的时候还给了婉婉一张黑色的卡，说是可以买好多好多吃的。哼，婉婉卡都还没捂热呢，就被坏人抢走了。婉婉的卡被谁拿走了？就是把婉婉丢给何琼哥哥那个坏阿姨啊，她可坏了，抢了婉婉的卡，还不给婉婉买好吃的。婉婉乖，爸爸会让这个坏阿姨哭着把卡送回来的。先生，请这边刷卡进公司。还想走绿色通道，又是一个想混进公司的人。既然苏氏集团给了我这么高的工资，那我是能随随便便放些闲杂人等进去的吗？我是公司的董事长。那我还是董事长儿子呢。从我上班以来，你是第17个说自己是董事长的。不过你倒是比其他骗子会做功课，看着西装穿的，人模狗样。董事长，不会这么巧吧？哪有上班带孩子的？董事长，您怎么站在门口不进来啊？要是总裁知道您来，肯定会很高兴的。完了，我咋这么倒霉呢？呜！你怎么还站在门口？没事，你去忙吧，好好工作。是。我听说这几年很多人都想冒充我，怎么回事？都是些小企业，没有预约就想上公司和总裁谈合作。董事长怎么忽然问起这个？没什么，刚才站在楼下和保安聊天，那小伙子告诉我的。董事长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董事长根本不会和一个小保安闲聊。董事长，这孩子是？这是我小女儿婉婉。叔叔好。婉婉也好。什么声音？宝宝杜杜打雷啦！爸爸，杜杜打雷啦！杜杜爸爸打雷啦！雷啦！爸爸打杜杜打爸爸雷啦！我记得早餐吃完才不到2小时吧，小姑娘这就饿了，快去给婉婉接杯温水，然后多拿些点心过来。宝宝，你先吃点点心垫垫肚子，等爸爸忙完了再带你去吃饭好不好？好。知道老父亲很忙，婉婉也没有闹着要他陪，就坐在那里吃着小点心。等吃完了点心，小家伙就有些无聊了。爸爸，我想出去走走。苏纪周也没多想，毕竟婉婉这几个小时已经把办公室里能玩的都玩了个遍。小王带着婉婉在公司里逛逛。好，出了办公室，小团子一脱离了老父亲的视线，撒丫子就跑，哪知道突然左脚踝右脚，啪叽一下就绊倒了。这小祖宗这么小，不会哭了吧？婉婉，你有没有受伤？我没事的，都怪角角不争气。人类幼崽这么可爱的吗？等苏婉婉教训完自己的角角，就要求下来，一路上也乖得不行。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男人，二人见面聊了一会儿工作。对了，王助理，您来这里有什么事吗？我是帮董事长看孩。孩子呢？小王把老板孩子弄丢了，赶紧回去告诉了苏纪周。没事，你在公司群里留意一下婉婉的动向，我调一下监控。你怎么进来的？掐指一算，你是婉婉的亲大哥。我没有妹妹，下去。那大哥要怎么才能相信婉婉嘛？这时，办公桌上的手机忽然响起了提示音。苏启怀打开一看，竟然是他爸发的寻娃启事。还真是我的亲妹妹啊！你过来，宝宝能回来就好。大哥不哭，婉婉在呢。
这时，苏纪周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爸，妹妹在我办公室。中午的时候我给您送过来。好，一块吃个饭。这么喜欢大哥？喜欢，婉婉最喜欢大哥了。大哥带你去食堂吃饭。说着，就准备推着轮椅的轮子出办公室。大哥，你是大孩子了，要学会自己走路哦。听见小妹的话，苏启怀心里一阵刺痛。自从3年前他意外出车祸跌落山崖后，命是保住了，可是双腿却废得彻彻底底。大哥是不是生病了？那婉婉给大哥呼呼呼呼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自己原本没有知觉的双腿，竟然有了一丝热热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转瞬即逝。最近身体怎么样？还在调养。婉婉饿了。老父亲和哥哥赶紧开始了给小团子的投喂，不一会婉婉就吃饱了。爸爸，婉婉想在食堂里转一圈。20分钟后回来，好不好？好。这不是董事长家的小孩吗？怎么跑食堂来了？我的妈呀，这小孩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呜呜呜！董事长骗我生小孩。别想了，这种小孩永远都是别人家的。小姐姐，你也长得很漂亮哦，姐姐生的女儿也一定很漂亮的。切，小人多作怪，这么小就当绿茶，也不知道随了谁。姐姐，小心祸从口出哦。你他妈就是故意的。师傅说骂人可以，但绝对不能带单位骂人，道歉。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我的腿都被你踩断了，我要见董事长，看看你这个野种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倒是要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苏董，就算这是您女儿，您也不能这么包庇她吧？您看她都把我小腿踩骨折了。你胡说，你的小腿明明是出去被车压骨折的，你污蔑小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李梦雅被人对，平时作为做副官了，没想到真把自己当公司老大了。董事长家的小孩好猛，什么话都敢说。估计李梦雅快被气死了。气死活该，谁让他腿撑这么长？周围的悄悄话婉婉听得一清二楚，她直接现学现卖。阿姨的腿这么长吗？吃个饭脚伸这么远，知道的还以为你没人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故意想绊倒婉婉呢。我师傅说了，这不是君子所为。按照规矩，你应该先给我道歉，然后我再考虑要不要原谅你。当然，我是不准备原谅你的。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是你把我踩骨折的，要道歉也是你道歉，我凭什么道歉啊？是你脚伸出来想绊倒我的。我女儿有没有说谎？先送李主管去医院，待会儿通知小王叫监控。婉婉，去爸爸办公室玩好不好？不要，我要和大哥在一起。婉婉和那个阿姨怎么发生矛盾的？没有矛盾啊，是婉婉单方面欺负她的呀。虽然听见了骨头的咔嚓声，但我能保证去医院检查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坏阿姨说婉婉坏话，不承认，还想绊倒婉婉，我就踩上去了。师傅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往死里弄。以后有人再欺负婉婉，第一时间通知哥哥，哥哥帮你多看。刚才踩疼了没？我不疼，但是坏阿姨肯定很疼。大哥哥，我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会不会给你和爸爸添麻烦？今天的事不是婉婉的错，大哥一定会给婉婉一个交代。但是以后婉婉不能随便欺负人，知道吗？我欺负的都是坏人，好人我都不欺负的。监控调出来了吗？秘书赶紧把手机递过去，手机视频里正好播放着李梦雅伸脚绊倒婉婉的那一刻，瞬间整个隔间的气温都下降了好几度。李梦雅现在情况怎么样？李梦雅拍了片，医生说脚背没问题，只是李梦雅在医院一直喊疼，说自己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说医生和苏氏集团草菅人命，他说要报警。让他报警，把监控提供给警方，告诉李梦雅，如果不道歉，我顾家奉陪到底。李梦雅后半辈子算是完了，惹谁不好，偏偏惹了苏家。小姐，这是您的检查报告，报告上显示您的身体和您受伤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不用住院治疗。哼，你们医院行不行啊？我的脚之前真的很疼，我说要住院就要住院。那你脚现在还疼吗？不疼了，您可不可以办理出院手续？我们医院不行，那你可以换一家医院检查。之前不还嚷嚷着我们医院和苏氏集团狼狈为奸吗？我要投诉你！
随便你。您好，李小姐，我是苏氏集团秘书团队的组长，这是老板对您的起诉书和法院传票，如果有问题，我们下个月法庭见。还有，我们总裁听说您对今天的事情有很大的意见，所以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报警，您有什么委屈可以跟警察说，相信他们一定会还您一个清白的。告辞。李梦雅女士，您因上班过程中多次与客户发生言语冲突，态度恶劣，严重违反我司规定。我们接到苏启怀先生的报警，说您存在恶意诽谤和故意伤害的问题，请这位小姐跟我们走一趟。我没有，是那个死丫头，我就是说了她一句，她就踩了我一脚，我现在脚受伤了，受害人是我才对。这是苏先生提供的监控。最后，李梦雅因为在公共场合诽谤他人和医院的清誉被拘留了半个月，好不容易被家人保释了出来，没想到刚出警察门口就被一辆酒驾司机给撞了。相对于李梦雅的悲惨生活，苏婉婉这边过得那叫一个惬意。大哥，今天晚上一起回家好不好？大哥今天忙。那明天呢？明天有会要开。那后天一起回去好不好？后天大哥要去出差。哼，大哥就是不想和婉婉一起吃饭。好，大哥跟婉婉一块回去吃饭。大哥哥最好了。苏婉婉很快就跑去把这件事告诉了老父亲，老父亲有些意外，赶紧打电话给了老爷子。爸，秦柳玉母女俩是不是今天晚上回来？对呀，今天正好月底，怎么了？你安排人让他们在外面待一晚，今天小花要回家吃饭。可是他们母女俩已经到家半天了。苏纪周有些头疼，他知道自己今天晚上这顿饭估计吃不安宁了。婉婉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是电话里面的内容却听得一清二楚。爸爸，青青是谁？青青是谁？青青是爸爸的孙女，你三哥苏燕青的女儿。宝宝有6个哥哥，平时他们都像大哥一样在外面工作，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青青的大名叫苏幼青，是你三哥家的孩子。那为什么苏幼青在家，我大哥哥就不能回家？过分！婉婉，你大哥和青青之间有很深的矛盾，你大哥见到青青和他妈妈肯定会不高兴，你到时候帮爸爸哄哥哥好不好？那为什么不让苏幼青他们出去呢？他们也是我们的家人，对不对？婉婉被哄得点点头，可是心里又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好不容易终于熬到了下班。大哥，你今晚和我睡好不好？大哥，你说今天晚上的菜都有什么？我好喜欢吃红烧狮子头，牛肉炒芹菜，清蒸芙蓉芋也好吃。你说的厨房肯定都做了。爷爷，你怎么才回来啊？青青好想你。外面冷，先进去吧。爷爷，你帮我。那我帮大伯推轮椅吧。不需要，离我远点。爷爷。回来了就先休息一会儿吧。好。苏家男人的话并不多，没说2句就冷场了。婉婉见气氛尴尬，直接跑到自己爷爷怀里待了一会儿，然后递了一块糕点在老爷子嘴边。老爷子含笑的吃了，于是小团子四处奔波，一会儿给这个投喂，一会儿给那个投喂。为什么这个苏婉婉和上辈子的不一样？明明上辈子又懦弱又好欺负。婉婉，我听说你回来，我和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个送给你。还行，谢谢。宝宝，怎么不和苏幼青玩？我觉得大哥更需要婉婉陪。我的腿竟然有知觉了，看来上次的并不是错觉。大哥腿麻了，婉婉帮大哥再揉揉。好。婉婉给苏启怀揉完大腿，揉小腿。大哥有没有好点？麻木的感觉退去后，我能明显的感受婉婉小手的温度了。婉婉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怎么用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给我这种卡呀？婉婉好不容易终于等到了开饭，把夫人叫下来吃饭吧。是。没一会儿，餐厅里就过来了一个女人。难道是自己道行有限，竟然看不出来这女人的面相，脸上雾蒙蒙的一片，就连苏幼青的面相也是这样。爷爷，爸，青青，我不是告诉你今天晚上别下楼吗？妈妈，我是为了给妹妹准备礼物，你看，妹妹很喜欢我们送给她的礼物呢。秦柳玉的面色这才缓和下来，等秦柳玉落座，婉婉便开始大吃特吃。爷爷，我想吃红烧狮子头。大哥，我想吃芙蓉芋。不一会，小家伙就吃饱喝足了。阿姨，你的手链哪里买的呀？妹妹，你应该叫我妈妈嫂嫂，那你为什么叫我妹妹？小姑，
秦阿姨，你和我三哥结婚了吗？现在我和你三哥还没办法结婚。我师傅说了，结婚的时候必须有小本本，阿姨没有小本本，就不能算我三哥的老婆。婉婉，不能对阿姨没有礼貌。哦，秦阿姨，对不起。秦柳玉忍无可忍，正准备开口，却被苏幼卿拦住，疯狂使眼神。婉婉歪着头，正好看见了这么一幕。秦阿姨，苏幼卿，你们眼睛没事吧？没事。怎么会这样？上辈子的苏婉婉，明明刚回苏家时又胆小懦弱，3岁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上小学时明明每次都是刚过及格线，却还是能得到亲戚众人的赞赏。而我虽然是苏家的孙小姐，但在苏婉婉面前提鞋都不配。好在最后苏家人一个个倒霉惨死，没有人再护着苏婉婉，我这才有了出头之日。可是后来，既然老天爷让我再重生一次，那么绝对是因为想要再给我走向巅峰的机会。我倒是要看看你苏婉婉究竟能活到几时，还能不能活到那个人来救你。这人的脸色怎么比天气还变化多端？这人不能处。吃完饭，秦柳玉和苏幼卿找了个借口上去了。婉婉吃完饭就容易犯困，此时只打哈欠。今天我要和大哥睡。还不等老父亲同意，婉婉就跑到了苏启怀的房间，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跑了回来。老父亲还以为女儿舍不得自己，刚想说话。爸爸，我的七星剑呢？爸爸，我的七星剑呢？宝宝，对不起，爸爸这几天太忙了，忘记宝宝还有快递，待会儿爸爸就让人送来好不好？苏纪周直接打包把婉婉送到了苏启怀的床上。你妹妹有时候会半夜起来找水喝，别睡得太死了。还有她晚上会踢被子，你这个当大哥的要注意一点。一切都交代完后，老父亲这才不舍得离开。大哥，苏幼卿是怎么惹大哥不开心的？婉婉问这个干什么？苏幼卿是不是对着大哥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大哥才会讨厌他和秦阿姨？大哥放心，婉婉是站在你这一头的，你不喜欢苏幼卿，婉婉也不喜欢他。婉婉，谢谢你。苏启怀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开口。2年半前，大哥去外地开会，车刚开到一半，就跟一辆大货车，而大哥的司机却发现刹车和方向盘同时出现了问题，最后车子掉落了山崖。我本来以为是一场意外，直到有一天，却意外在苏幼卿的书桌里找到了几个车部位零件。经过对比，零件正是我车上丢失的。而出事当天，苏幼卿刚好在我车上，半天才下来。我旁敲侧击苏幼卿的零件哪里来的，结果秦柳玉却一口咬定这是自己女儿在垃圾桶捡的。后来我又找到了不少蛛丝马迹，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苏幼卿。只是当时车辆坠毁山崖，里面的监控被销毁，苏幼卿和秦柳玉两母女一口咬定这件事和他们没关系。最后因为证据不足，没办法定案，也就不了了之了。也没有人会相信一个4岁的小孩子会做这种事情。大哥，婉婉相信你。苏启怀一愣，内心十分感动，抬手轻轻摸了摸婉婉的小脑袋，没再说话。第二天，婉婉起了个大早，刚出来就遇到了苏幼卿。妹妹，你要去哪？放开！妹妹，是不是我昨天哪里做的不对，惹你生气了？我说了，放开！要是不放开，我就揍你。妹妹，你别装了，这招是我玩剩下的。婉婉赶紧将自己的手抽了出来，而自己白嫩的小手臂此刻已经泛红了。二人的动静很快把家里的大人给吸引了出来。婉婉，青青平时没有朋友，只是想跟你玩，你不可以这么对青青，知道吗？婉婉不知道呀。昨天青青是不是还送了你手链？这可是青青特意为你挑选的，而且你也很喜欢，对不对？既然是苏幼卿千辛万苦挑选的，那我还是不要了吧。这孩子怎么不按照常理出牌？什么叫做就不要了吧？感情你收下就只是装装样子。你不收下，青青会不开心的。而且你刚从乡下回来，之后肯定还要认识很多小朋友。你要是把青青惹不高兴了，以后就没人带你玩了。我苏家出去要看谁的脸色。就算婉婉没有完败又怎么样？他几个哥哥不是人吗？爷爷，你别怪妈妈，是刚才我惹婉婉生气了，妈妈就想跟她开个玩笑，没别的恶意。够了，秦柳玉，你也是个成年人了。今天这件事，我算是看在你照顾老三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但是下次再让我碰到你跟婉婉说这些，别怪我不客气。秦柳玉哪里敢反驳，直接点点头，认错态度十分端正。爷爷，你可不可以让婉婉收下我和妈妈的礼物？礼物我不能帮你收下，婉婉要与不要，要看她自己。婉婉，青青送你的手链你还要吗？
我才不要死人骨头做的手链。婉婉为什么会说手链是人骨做的？我用2只眼睛看出来的呀。这18颗珠子里面，分别藏入了18个大恶人的骨灰，而中间镶嵌的4颗白色珠子，则是西域高僧的头颅所制成。如果不信婉婉，可以找专门的师傅看看哦。苏纪州叫来了管家，让他把手链送到懂行的人手里。秦柳玉，这串珠子你是怎么来的？爸，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真的是我和青青几个月前在国外。你说谎，这手链本来应该在皇帝墓中，根本不可能流出国外。秦柳玉还想要再狡辩，苏纪州直接开口：你今天就收拾行李走吧。凭什么？你们母女俩本来就是受战友嘱托才被苏家收留，如今老三昏迷不醒，我们苏家可以养你们母女俩，但是结婚的事情就别想了。至于苏有清，他还是把姓改回去吧。老爷子一发话，秦柳玉瞬间只可惜那条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手链了，如果苏婉婉戴上，不出1周绝对横死街头。自从秦柳玉母女一走，苏启怀就搬回了别墅。第二天一早，苏婉婉刚起床，就发现自己旁边多了一部手机。大哥，这是你送给婉婉的惊喜吗？婉婉喜欢吗？喜欢。苏启怀十分耐心地教小团子使用。苏婉婉刚学会，就给自己隔壁的老父亲打了一个电话。30秒后，电话被老父亲无情地挂断。大哥，爸爸挂我电话，可恶，无情。小团子越说越伤心，最后直接跑去敲老父亲的房门。爸爸，开门呀！我知道你在家，你有本事挂电话，你有本事开门呀！宝宝怎么了？是不是谁欺负你了？哼，是谁欺负我们宝宝了？爸爸帮你出气。爸爸不能帮婉婉出气怎么办？那就让你爷爷来。就是爸爸欺负了婉婉。虽然不知道自己哪里惹到了宝贝女儿，苏纪州还是诚恳地认错。爸爸错了，婉婉原谅爸爸好不好？爸爸，你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吗？爸爸哪里都做错了，不应该惹婉婉这么生气。婉婉就给爸爸一次改正机会好不好？那好吧，我原谅爸爸了。那婉婉以后给爸爸打电话一定要接哦，不然以后再惹婉婉生气，爸爸是哄不好的。苏纪州联想到了今天早上的那通电话，这才明白过来。婉婉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想吃宫保鸡丁、一品熊掌、鱼香肉丝、蛋糕、草莓、车厘子、香蕉。老父亲赶紧捂住了小团子的嘴。我还没说完呢。这些菜都偏辣，小孩肠胃不好，吃出事了可怎么办？只能选5样。婉婉有些失望，可还是点了几道自己最爱吃的。婉婉还能再要一个小甜品吗？就一个。苏纪州有些无奈，但看着宝贝女儿期待的小眼神，最后也只好点头答应。餐桌上，苏启怀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爸，这几天我的腿开始有感觉了，今天我想请个假去医院检查。老爷子和苏纪州的脸上染上几分狂喜。行，待会儿多带几个保镖去医院。我带上秘书和婉婉就行了。不行，医院这种地方怎么能带着小孩子？婉婉还是留在家陪我吧。医院人多，把我们家婉婉弄丢了怎么办？婉婉还是跟我去公司吧。最后，苏家3个男人把目光都看向了婉婉。婉婉，你跟谁走？我要跟大哥走。宝宝不爱爸爸了吗？爱的，爱的。婉婉不仅爱爸爸，也爱爷爷。你们都是婉婉最爱的人呀。我们端水小大师婉婉最好了。吃完饭，婉婉就坐车和大哥来到了自家开的私人医院。刚下车，婉婉扑通一声就摔到了地上，额头上露出了一个大包。秘书赶紧把婉婉抱了起来。怎么就摔了？下次走路小心一点。大哥，对不起，我刚才脚麻了没站稳。苏启怀怕苏婉婉刚才摔出了事，就挂得好。好不容易到自己时，却告知专家下班了。台表上面显示12点下班，现在11点半都没有，离下班还有一段距离，怎么就下班了？这伤口看着就不大，回家擦点碘伏就完事了，用得着请专家号吗？白白占用资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关你什么事？难道你还要投诉我？我告诉你，我爸是医院的大股东，今天就算是老板来了，也要给我几分面子。投诉你？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一个实习生敢说这种话，直接开了吧。很快，医院里的动静惊动了院长。苏总，您怎么来了？这是你们医院的实习生？是，新来的。开了。可他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院长左右为难，两边都不敢得罪。我妹妹头受伤了，先给她检查一下。最后，院长亲自检查，确定苏婉婉没事后，苏启怀才放心下来。
接下来聊一聊那个医生和实习生的事情。如果院长自己管不好手底下的人，我不介意再换一个。可她是陶股东的女儿，要是开除了陶雅雅，我怕陶股东会不高兴，到时候双方闹得不好看就不好了。哼，我苏家还怕他？院长爷爷，师傅说医者要有父母心，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见钱眼开。是我想差了，苏总您放心，我一定会严肃处理今天的事，该记过就记过，该开除就开除，绝不姑息。当天中午，医院就出现了一通告示，儿科医生李飞燕和实习生陶雅雅因为被多次投诉以及违背职业道德被医院开除。另一边，苏启怀也很快做完了检查。苏总，您日后一定要多做一些康复训练，这样的话腿还是很有希望恢复的。嘿嘿，大哥，婉婉没说谎吧？你的腿一定能恢复的。我们婉婉是小福星。苏启怀从医院出去后就回了公司。抖音上的热搜怎么回事？你跟我妹妹怎么上热搜了？我妹妹额头上的大包怎么回事？什么热搜？自己去抖音看，我已经让公司撤热搜了，但是热度上升太快，撤热搜不管用了。苏启怀很快就找到了热搜第一的视频，然而视频拍的并不完全，视频中只能看见几个保镖对着陶雅雅，陶雅雅被吓得崩溃大哭，而下面的评论全是清一色的谩骂。医闹，实习生太可怜了吧？有这样的家长，孩子也挺可怜的。楼上的你在开玩笑？你看那小孩坐在大人腿上，一脸看好戏的模样，这叫可怜。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帝都警方，快，把这个男人抓起来！公共场合带保镖，暴发户才这么干吧？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呢？实习生好可怜，本来当医生说不容易，没想到还被人这么欺负，这男人必须道歉。说开除就开除，真以为医业是你家开的呀？网上的评论一头倒，点赞数没一会儿就高达100万，就连一些大 V 也纷纷转载。苏启怀把这件事告诉了苏纪周。这些人吃饱了撑的吧？我已经联系医院了，他们会发公告。那我女儿白被骂了，你去告诉律师团，那些带有侮辱性的网友，点赞最高的那几个都给我告上法庭。好，我也正好是这个意思。于是帝都最出名的阳光律师所发出了一张律师函，其中被起诉的人高达300余。好，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怎么删视频了？我关注的博主直接注销账号了。那可是大名鼎鼎的阳光事务所，帝都律师界的传说。他们任何人一张嘴，对方辩护律师都要进去，能不注销账号吗？果然，资本的力量就是强大。这么狂，以为阳光事务所的律师都要为他服务不成？姐妹们，我已经把视频上的男人给扒出来了，人家是苏氏集团的总裁，他一任董事长，1万是他家开的，阳光事务所也是他家的。网友们继续深扒，越扒越震惊。怎么人家27岁1000亿身家，我的27岁连饭都吃不上？苏启怀本人每年都在做公益活动，我觉得可能不像视频上说的那样。我也觉得谢金虎都是为的，而且人家1000亿身家，恐怕去医院带100个保镖都再正常不过吧。当时我跟我女儿就在现场，是每个医生摸到下班时间就下班了，实习医生又出来说3道4，说每个男人的孩子破一个小口是占用资源，男人生气就让院长把实习医生给开了。对，楼上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以前也带孩子来看过病，当时还没到下班时间，那医生就去食堂吃饭了，可把我无语惨了。我听说当时实习医生可狂傲了，还说什么医院股东是我爸之类的话。要我是小孩的家长，我也生气啊！就算是小伤口又怎么样？我孩子受伤了，我带他来看看有错？人家是没交钱还是没排队啊？现在的网友听风就是雨，热搜来快，去得也快。而作为主角之一的婉婉对此却毫不知情。算年纪，婉婉也3岁半了，这个年纪差不多可以读幼儿园了。宝宝，你想不想去幼儿园和小朋友们一块玩？我不要，我要跟爸爸哥哥在一块儿。可是婉婉以后也要读书上学，更何况爸爸和哥哥以后会经常出差不在家，到时候就没人陪婉婉玩了。这是怎么了？大哥，爸爸坏，他要送婉婉去幼儿园，不要我了。我想着婉婉已经3岁半了，打算让她去幼儿园，结果这小崽子下一秒就哭了。婉婉，爸爸和哥哥不是不要你，不要哭了好不好？其他小朋友像婉婉这个年纪都去幼儿园读书了，婉婉不去是因为害怕吗？婉婉才没有害怕，大哥你污蔑小孩。好，我们婉婉没害怕。我没害怕，所以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关进幼儿园？之前怪阿姨说我不听话，就要把我关到幼儿园去。难怪婉婉听到幼儿园这3个字后会这么害怕。
爸爸和哥哥怎么会把婉婉关进幼儿园？婉婉每天晚上都要回家和爷爷、爸爸和哥哥一块吃饭睡觉的，而且幼儿园还有很多小朋友可以跟婉婉一块玩，难道婉婉不想去吗？就像爸爸和哥哥每天都要上班一样吗？到时候婉婉上幼儿园，爸爸和哥哥来接婉婉放学好不好？婉婉犹豫了一下，但是看大哥的语气不作假，最终还是乖乖的答应了。回去以后，父子二人把婉婉上幼儿园的事情告诉了老爷子。以后我接婉婉上下学，你们安心工作吧。我也可以。你们可以早上7点出门，晚上8点回来。那婉婉岂不是全校最后走的崽崽？父子二人闭口不言，不过最后表示婉婉上学第一天，一家人都要去。婉婉的幼儿园是一所民办幼儿园，离家很近，孩子第一天入学，苏家人就捐了栋楼。老师，我们家孩子第一次上幼儿园，待会儿我们走了可能会哭闹，到时候还得麻烦你了。婉婉家长，你们放心，婉婉这种情况小班里很常见，我们会好好照顾婉婉小朋友的。3个大家长这才放心下来。老师，还有吗？这真的是人类幼崽吗？都已经吃了5碗饭了吧？婉婉小朋友，今天午饭已经没有了，待会儿睡完觉起来吃水果好不好？婉婉有些失望，好在自己已经吃了7分饱，因此也没有闹着再要，点了点头，抱着自己的小碗回到了座位上。这时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女人手上牵着一个5、6岁左右的男孩。哇，这是不是师傅说的功德圆满之人？又有金光，又有紫气，说明前几辈子都是大善人，这辈子功德圆满，应该做皇帝。只不过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小池家长，小池的病好了。我送他来上学，进去吧，放学我派人来接你。男孩走得很慢，走路姿势十分奇怪。我叫婉婉，你叫什么呀？你长得好高呀，你是我们班最高的孩子。男孩自从入座后，婉婉就一直在他旁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哇，你好好看呀，你的手也好看，眼睛也好看，你好白啊，你是小白脸吗？最终，男孩忍无可忍，直接捂住了婉婉的嘴巴。顾方池？什么？我说我叫顾方池。婉婉知道顾方池名字后，心里可高兴了。以后你就是婉婉在班上的第26个朋友了，以后有事婉婉罩你。吃完饭后有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你把雪花片给我，我拿积木给你换。这是我给顾方池的，你要的话，明天我抢了送给你。然而小胖子却不愿意，直接去抢婉婉的雪花片。婉婉早有防备，结果最后连婉婉的衣袖都没看到。你干嘛要理那个小瘸子？人家有名字叫顾方池，不准喊人家的外号。哈，我说错了吗？他本来就是小瘸子，走路一瘸一拐的。说完，竟然还模仿起了顾方池走路的样子。如果有一天忽然瘸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我会。我想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是会瘸的。小胖，我说的对不对？婉婉说的对，婉婉你真棒。我师父说了，人的出生和意外都是不能选的，所以别人的短处你不能取笑。那你把雪花片拿给顾方池吧，我以后不嘲笑他就是了。乖孩子。顾方池一直注意着苏婉婉，听到苏婉婉的话时，内心多少有些触动。顾方池，你玩雪花片吗？不玩。可是婉婉不会玩，你陪我玩好不好？顾方池，小鸭子怎么拼啊？顾方池，我的小鸭子怎么散架了呀？顾方池，太丑了，我给你拼。顾方池，你真好。很快一只鸭子就拼好了。谢谢。你还会拼小鸡吗？猪也会吗？最后顾方池答应苏婉婉每天中午给她拼一只动物。婉婉开心地拿着小鸭子到处炫耀。下午放学的时候，婉婉老远就看见了站在人群中的爷爷爸爸和哥哥，还没等老师反应过来，婉婉立马像个小炮弹一样冲了出去。小姑娘看起来挺开朗的，你家的孩子啊？我家的。你是他爷爷吗？我是他爸。婉婉今天交到新朋友了。谁呀？他叫顾方池，对婉婉可好了，今天给了婉婉一只小鸭子，婉婉可喜欢他了，他答应婉婉明天再送我一只小鸡。宝宝，明天周6，幼儿园放假了。婉婉一听有些失望，不过想到明天还可以玩，婉婉又忍不住高兴起来。爸爸，明天我想买东西。好。结果第二天，苏婉婉说的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
宝宝，小孩子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可是爸爸和哥哥要工作啊。爸爸和哥哥今天可以不工作。不工作要扣钱。爸爸和哥哥没钱怎么养婉婉？我还有保镖大哥，爸爸和哥哥还是去工作吧。婉婉只是出去买点东西，买完就回来。而且今天爸爸和哥哥如果不去，公司会出大问题的。闻言，二人皆是一愣。今天他们的确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签约仪式。婉婉这么说，肯定是算到了什么。那婉婉多带些保镖去，中午12点让保镖送你去公司，知道吗？不是说商场里面什么都有吗？怎么婉婉想要的一件也没有？婉婉小姐想要什么？我可以看看附近有没有。我要朱砂、黄纸、黄芪。没有吗？去搜搜附近有没有古玩街之类的。好巧不巧，还真的被找到了一个。婉婉最终在一个算命摊子面前停了下来。这家算命的生意十分红火，算命的老头张口闭口全是好话。就像现在，算命的老头子才看了一眼，就开始说着各种好话，别说旁人，就连他都差点信了。大叔，钱可不能这么赚，要遭天谴的。这是谁家的孩子在这捣乱，还不快领走？保镖怕算命的老头子揍人，赶紧把婉婉护在身后。看手相讲究左先天，右后天，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右手的影响力比左手高。而这位阿姨伸出的是左手，你却把好话说得头头是道，你知不知道阿姨会因为你的这些话影响内心的判断？说着，婉婉看了一眼面前中年女人的手相。阿姨手掌宽厚，说明家庭和睦，应该有一儿一女，且都已成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阿姨的儿女已经结婚生小孩了。中年女人听见苏婉婉的话，下意识的点点头。所以阿姨来求的并不是姻缘，而您的婚姻线在3年前已经断掉。请问您的丈夫3年前是否已经离世？所以你真正想算的是您能活多少岁吧？对。阿姨，人的气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左右手也分先天后天。您如果愿意相信婉婉，还是让您的孩子带您去做个检查。中年女人一顿，赶紧点点头，什么都没留下，就匆匆离开了。算命的见苏婉婉这样毁坏她的生意，做事要打人。算命的见苏婉婉这样毁坏她的生意，做事要打人。然而婉婉跑得飞快，几秒的时间就跑到了保镖大哥的身后。算命老头本来就心虚，见此手赶紧收了回去，准备收拾摊子跑路。别跑哦，越跑越倒霉。您好，我们接到举报，说您涉嫌诈骗，请跟我们回去核实一下情况。那算命老头见势不对，拔腿就跑，眼看着就要从婉婉旁边跑走，婉婉却伸出了自己的小鞭子，下一秒，都说了越跑越倒霉，怎么从来没人信我呢？一行人继续往里走去，最终婉婉在一处店铺处停了下来。小兄弟，您要些什么？我要各种颜色的符纸，还要朱砂、黄芪。小孩子家的来凑什么热闹？这些东西是你能用的吗？开门做生意，我们小姐要的东西只管准备就行。老板见保镖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想着自己开门做生意，最终把苏婉婉要的东西拿了出来。谢谢老板。付了钱，婉婉刚准备离开，就有一个穿着道袍的少年急忙忙地走了进来。老板，我要300张黄符。不是昨天才买了500张吗？哎，这一只弟子太拉胯了，连安神符都画不出来，这不一天就费了500张黄符，师傅他老人家都快气死了，天天都念叨着，还不如他家3岁的小师姐厉害。总之，您快卖点符纸给我吧，我好回去交差。可是今天的黄符已经没有了，要的话只能等明天。怎么会没有呢？那就是那个小孩直接买了1000张，我们店的存货都被他买了。要不你跟那小姑娘匀点。小朋友，哥哥今天需要一些符纸，但是店里没有了，哥哥能不能在你这里买些？婉婉觉得跟你有缘，符纸算我送给你的，但婉婉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刚才我听见你说画符很难。对呀，画符可是最难的了，你还小，可能还没画过符。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有人能从100张符纸里面画出1张符出来，天赋算是很高的了。咦，明明我和师傅随随便便就能把符画出来的呀，难道没有一画就成功的？怎么可能？就算是我师傅他老人家，也只能在10张符里面画成功1张。不过我师傅倒是经常吹嘘他那个3岁的小师姐，说他提笔就能画。不过我觉得我师傅多半是吹的。那个你师傅是不是叫向德寿呀？你怎么知道的？嘿嘿，实不相瞒，婉婉就是他师姐呀。婉婉小姐，
先生让您中午去公司，现在这个时间我们也差不多该出发了。好，那我们走吧。我记得我那个师弟画符的本事的确一般，不过在看相破术方面造诣却不错，师侄你好好跟他学就是了。说完，就跟着保镖大哥离开了古玩巷子。让你出去买个符纸，这么晚才回来，要你有什么用？老师，今天店里的符纸卖完了，不过徒弟今天碰到一个自称是您师姐的小孩，他说与我有缘，赠了徒弟一些。我师姐？怎么可能？小师姐可是我师父的宝贝疙瘩，我师父怎么可能带他来帝都不告诉我？我就说嘛，那小屁孩肯定是骗徒弟的。不过他也是厉害，竟然知道师父的名字，差点就被骗过去了。你刚才说什么？师父，怎么了？你刚才说你遇到的是一个小丫头，那丫头长什么样子？长得还挺可爱的，皮肤很白。平时让你多读书，结果偏要读书的时候去放猪，9年义务教育怎么就把你漏了？行了，我也不指望你了。我问你，那小丫头是不是还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符纸？那就是你小师伯了，除了他，谁还能使用五颜六色的符纸？我师父老人家已经70几了啊，怎么会有一个3岁半的小师姐？那以后我不得喊一个3岁半的小姑娘为师伯了？你师伯好不容易才来一趟帝都，你怎么也不喊人家来天师会坐坐？师父，既然小师伯来帝都了，指不定哪天又要去古玩街买东西，到时候我一定把小师伯给您接过来。师父，您不是说小师伯一直跟着师祖生活在 C 市，怎么忽然来帝都了？而且我今天没看见师祖在场啊。师父以前替你师伯算了一卦，卦象显示你小师伯的亲缘在帝都，时机一到，你小师伯自然会回家。那师祖人呢？这么个宝贝疙瘩来帝都，师祖他老人家能不跟着？你师祖他10有8九已经归西了。师祖他怎么去的？你师祖都140岁了，能不去吗？都怪师祖平时太猛了，都快忘记人家一把年纪了。再说苏婉婉这边，她离开古玩街后就被保镖送到了公司。婉婉怎么了？是不是累着了？爸爸，你公司的员工太热情了，我一进公司大门就被薅，进电梯又被薅，在走廊上还要被薅，我头都要被薅秃了。这说明我们婉婉招人疼。不过婉婉要是不喜欢，爸爸待会儿就在公司群里告诉他们，不要薅我们婉婉了。婉婉不是这个意思呀，他们是因为喜欢婉婉才想跟婉婉玩的。如果爸爸跟他们说了，大家一定会伤心的。苏纪周越发觉得自己女儿可爱，此刻恨不得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送给自己的宝贝疙瘩。今天又帮了爸爸一个大忙，婉婉是不是很厉害？我们婉婉是天下最棒的小孩。苏纪周想到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顾庭元差点从自己公司的楼上跳下去，到现在仍然心有余悸。今天谢谢婉婉替爸爸救了你顾叔叔。不客气呀。过几天你顾叔叔过生日，婉婉和爸爸一起去好不好？过生日是不是可以吃生日蛋糕呀？有。正好顾叔叔的死节还没有过，到时候婉婉可以再去看看。婉婉的意思是说，你顾叔叔还会经历今天的事？不一定的呀，可能是别的死法呢，喝水被呛死也是有可能的。中午，婉婉被爸爸带去了餐厅，干了5碗饭后，才摸了摸肚子，突然又变得难过起来。婉婉怎么了？爸爸，婉婉在幼儿园好惨呀，中午都吃不饱饭，下午的水果老师一人只发1个，婉婉2口就吃完了。苏纪周有点哭笑不得，他们在家已经习惯了婉婉日常干5碗饭的事情，但是人家老师不清楚啊。周一的时候，爸爸跟老师说，让老师中午的时候给婉婉多打2碗饭。爸爸真好，婉婉最爱爸爸了。下午，婉婉在老父亲和大哥的办公室来回跑，快下班时，婉婉终于想起来自己今天买的东西，赶紧拿出来给自己老父亲和大哥看。今天婉婉遇到一个算命的骗子，他骗一个生病的阿姨说她身体很好，阿姨真信了，婉婉看不下去了，就出手教训了那个骗子。婉婉做得对，骗子就应该被警察抓起来。不过以后这种事让保镖上，保镖揍人是最厉害的。爸爸，这个平安符给顾叔叔。谢谢婉婉。不谢不谢，爸爸你抽空赶紧把符送给顾叔叔吧，不然顾叔叔活不到生日，我吃不到蛋糕怎么办？苏纪周不知道自己女儿这么单纯，赶紧点点头，于是让小王把平安符送到顾庭元公司。下班回到家，老爷子一早就在别墅门口等着了。爷爷，婉婉好想你呀。爷爷也想你了。老爷子喜欢钓鱼，昨天晚上吃完晚饭就被狱友约出去钓鱼了。多亏了我们婉婉的一张小嘴，就跟开了光一样，说能钓大鱼，那就是能钓大鱼。说着，
就抱着婉婉走了进去。吃完饭，婉婉抱着自己的小枕头来到了大哥的房间。大哥，你的腿今天好些了吗？那大哥什么时候能站起来呀？大哥也不知道，但是大哥一定会尽快恢复的。等恢复了，婉婉带大哥去参加家长会好不好？为什么要大哥腿好了才能去给婉婉开家长会，没好不能去吗？那到时候让爷爷、爸爸和哥哥们都参加婉婉的家长会，一个都不许落下。好。到了周一，婉婉坐在凳子上，满心期待的等着顾方池来上学。然而婉婉等了大半天，顾方池都没来。婉婉，你怎么了？老师，顾方池呢？顾方池小朋友今天生病了，他妈妈给他请假了，明天才能来上学。顾方池身体不好吗？他怎么总生病呀？明明那人身上的紫气这么浓，金光这么闪啊！按道理说，连感冒这种问题都不能在对方身上出现才对呀。那我的小鸡怎么办啊？什么小鸡？顾方池答应我的，今天给我批一只小鸡。哼，顾方池是个大骗子。老师刚想要开口安慰，老师，婉婉看见是顾方池，顿时眼睛一亮，直接就跑到了顾方池面前，然后一把把他抱住。你干什么？顾方池，你没事吧？顾方池想说什么，可是瞥见一旁的女人，最终还是选择闭嘴，沉着脸走进了教室。老师出去跟曹叔说了几句。我听说你生病了，你现在好些了吗？你是不是身体不好？婉婉会一点点医术，我可以帮你哦。婉婉一个劲的说了好一会儿，见顾方池不理他，决定换个话题聊天。顾方池，你再给我拼只鸡好不好？你答应过我的。给我。顾方池的动作很快，几分钟的时间就拼出了一只鸡。婉婉高兴的抱着鸡，又嘚瑟的在同学间转了一圈。下午是课外活动，苏婉婉到了外面开心到飞起，整个幼儿园就属她最欢乐。绵绵老师，你们班那个苏婉婉是新来的吧？适应这么快？苏婉婉玩的也太快乐了吧，这崽子要笑死我！卧槽，苏婉婉力气是不是有点大，轮胎都搬得动？婉婉玩了一圈，感觉有些无聊了。咦，顾方池呢？刚才不还在这儿吗？婉婉开始到处寻找顾方池，然而走的时候，老师们并没有注意到她。她凭感觉走到了幼儿园教学楼的后面，刚到就看见顾方池被几个戴着口罩的男人捂住鼻子，下一秒直接不省人事。顾方池，来不及多想，婉婉直接就冲了过去。老大，没想到一箭双雕啊！然而下一秒，他就被冲过来的小团子撞得倒在地上。我要打死你们！这小屁孩怎么这么傻？这时，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突然出现在苏婉婉身后，苏婉婉下意识地抬起头，结果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就被一张帕子捂住口鼻。婉婉脑袋瞬间一片空白，啪嗒一声就栽倒在地上了。等户外活动结束时，老师们组织归队，结果绵绵老师发现自己无论怎么数，班上总是少了2个人。糟了！让我怎么能不着急？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好不容易才把她找回来，我。监控查了吗？我们发现婉婉和顾方池不见后，查了监控，结果发现监控坏了，最后排查线路，发现被人恶意切断了。你是说不止我们婉婉失踪，还有其他人？对。老师刚说完，警局里又跑来了一个男人。顾庭远，不见的不会是你儿子吧？我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我儿子不见了，到底怎么回事？警察简单的把事情说了一遍。既然如此，就调查幼儿园外面的监控。如果真是哈基米，肯定会有车。附近监控这么多，这些人不可能把监控全部断掉。我们已经开始从周边调查了。老大，我们把这丫头带走，会不会惹出什么麻烦？麻烦？顾家的公子爷都被请了，还害怕这点小麻烦？他们调查外面的监控，起码也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间足够我们出场了。也是，不过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先去 C 市再说吧，到时候看看那个人怎么安排。婉婉迷迷糊糊的听到这些人的对话，噌的一下就坐了起来。卧槽，老妖，你研发的迷药不行啊！这丫头怎么这么快就醒了？不是说能睡3天吗？我怎么知道？你看这死小子，不是还睡着的吗？老妖又拿出了婉婉熟悉的帕子，掩住婉婉的口鼻。3秒过去了，婉婉睁着大眼睛，小眼神十分无辜。行了，你要失效就失效了，反正这小丫头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我人小，翻不出花，要不帮我把绳子给解开吧，我麻了。老大，要不给她松了，不然到时候这丫头要是哭了，恐怕会引来麻烦。还有她呀。可能是苏婉婉太过镇定了，几个扒基米都有些不敢相信。老大，要不这丫头我们半路上把她给丢掉吧？
我总觉得这丫头有些邪门。请都请啊，哪有放回去的道理？你都吃了这么多盐了，难道还怕一个小丫头不成？你们要带我和顾方池去哪儿？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你们是小可爱吗？你们怎么都不说话？靠，烦死了！你能不能别说了？老大，这丫头就是个怪物，她力气怎么这么大？老鸭，你怎么还是这么虚，连个丫头都打不过？老妖有口难辩，只能悻悻地收回手。老大，开了这么久的车，要不我们还是先找地方吃个饭吧？我也饿了，我要吃红烧排骨、爆炒鸭胗、炸脆皮鹌鹑蛋、干烧黄花鱼。停！你怎么还开始报菜名了？真当这里是你家呀？婉婉心里委屈极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你们欺负小孩，我要回家，我要回家。3岁的孩子哭起来混得不行，直接把顾方池给吵醒了。老妖非想要伸手捂住苏婉婉的嘴巴，然而苏婉婉力气大如牛，老妖不仅没碰懂，脸上还被苏婉婉打了几道疤子。行啊，你别哭了，你要吃什么我让人给你买。我想吃红烧排骨、爆炒鸭胗、炸脆皮鹌鹑蛋、干烧黄花鱼。对了，要5碗米饭，然后是零食，我要2包可比克薯片、2包辣条，还要喝牛奶、彩虹糖、巧克力。老大忍不住打断了苏婉婉的话。够了，老鸭，你去买。好，这时候老大终于发现了车后的动静。顾方池，你醒啦？你怎么在这儿？唉，我太没用啦！我想救你，结果也被抓过来了。笨死了！放了他，我给你钱。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想保护这小丫头？说着，准备抓苏婉婉的小辫子。不准薅我头发！待会儿你们俩别想吃饭了。我饿，我要吃饭，我要回家。老大被哭得头疼，再哭，信不信我把你做了？苏婉婉一顿，哭声立马停止，紧接着看了老大一眼，又是一阵嚎啕大哭。哎，我这是绑了一个祖宗回来呀！怎么又把这小祖宗给惹哭了？先开车！老妖怕小祖宗继续哭，直接把婉婉和买来的饭菜零食全塞到了后备箱。顾方池，我想爸爸了，但是他们仗着人多欺负小孩，要是七星剑带在身边，他们绝对不是我的对手。顾方池怕苏婉婉继续哭，太招人烦被灭口，赶紧喂了她一口饭。好吃。婉婉一口气吃了3碗盒饭。你是不是吃的有点多？多吗？可是我平时在家都是吃5碗饭的呀。说完又开始了继续干饭。等到老妖发现的时候，整个人都裂开了。你们全吃完了，那可足足有7、8个菜呀！嗨嗨，今天有点饿，是比平时多吃了1碗饭。把她干掉吧，这死丫头简直能把人气死。先把人送到 C 市，到时候再把她干掉。干掉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把你杀掉的意思。杀我？简直笨死了！看到我被绑架，难道不知道去叫老师吗？我管你印堂发黑，有大凶之兆，我不是担心你嘛。而且刚才婉婉算过了，到了 C 市会有人来救我们的。第2天，绑匪把车停到了一家老式居民楼下，老大和老妖一手拎一个，像提小鸡仔一样把人提了起来。我警告你们，到时候最好机灵着点，要是敢闹腾，等下我打死你们。2人被拎着，安静如鸡的点点头。等几个男人回到老窝，刚把苏婉婉和顾方池丢在沙发上，门外就传来了一阵轻声。谁呀？您好，6扇门的人口普查。老妖赶紧封上顾方池和苏婉婉的嘴。你们要是敢出声，我马上弄死你们，大不了我们谁也别好。说完，直接把顾方池和苏婉婉带进了隔壁房间。怎么这么慢？刚才来开门的时候被绊了一跤，抱歉抱歉。你说话的语气怎么这么嚣张？我也不想啊，配音的时候就只有这一个嚣张的语气，将就听吧。家里有小孩吗？我一个单身汉哪来的小孩啊？那你这些零食哪里来的？我就给自己买的，不犯法吧？师傅，说不定是人家想吃，买来尝尝呢。我这不是没吃过，就买来尝尝嘛。等确定何琼离开后，老大松了一口气。开车的男人见何琼一走，直接一脚踢在顾方池身上。这臭小子刚才听到外面有帽子，就想要通风报信，要不是我反应快，我们差点就露馅了。顾方池，你痛不痛呀？婉婉，我没事。刚才不是把嘴给封上了吗？怎么给撅了？是他们自己取的。先别管这些了，刚才那个警察不是一般人，
我怕他待会儿反应过来会半途中折返回来，现在就把他俩给我剪辑了。顾家公子爷一起剪辑，那我们剩下的钱怎么办？先别管这些了，宁比钱重要。老妖被瞬间点醒，手上多了一把锋利的刀。师傅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大叔，你佛肯定是成不了，人家肯定嫌弃你。不过阎王叔叔肯定不会的，说不定你还能去18层地狱参观一圈呢。我爸很有钱，只要你开口，多少钱我爸都愿意给你。只要你放了我们，等我们出去，保证什么都不说。钱，现在老子还在乎钱？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俩必须死，尤其是你，要不是你这个小丫头，我们这一路上不知道有多顺利。老子今天先把你办了。顾方池带着苏婉婉在屋里到处跑，小孩人小又灵活，老妖还在。待会儿我去引开他们，你自己跑出去呼救，知道吗？那你怎么办？你先跑，到时候我再来找你。我跑了你就得死，你放心，婉婉保护你。以形相克，颠倒乾坤，今生勿落。话音刚落，老妖手里的刀直直的从他手上飞了，直接飞到了旁边的水泥墙壁上。老大，见鬼了！这时候，苏婉婉和顾方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整来了2把扫把，直接朝他们打去。老大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一把真理，别动，不是挺厉害的吗？跑啊！怎么不继续跑啦？我能跑吗？跑个屁！我就站在这里，你也碰不到我。你别以为我不敢。你敢？那你来呀，反正你碰不到我。老大被气得差点吐血3声，下一秒直接朝着苏婉婉破洞扳机。何琼和自己的新徒弟自从下楼后，心里总有些不安。师傅，您还在想刚才的事情吗？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哪儿不对劲？资料上显示他是外地的农民工，刚来 C 市不到3年，没有结婚，又无儿无女。但是刚才里面买了这么多零食，你觉得一个中年男人舍得买这么多零食吗？最重要的是，在这种环境下，一包薯片就得10几块，一个奶酪棒就需要5块。一个在外地打工的中年男人根本不会去买这么贵的东西。而且刚才我问的时候，男人神色慌张，你有没有注意看沙发上还有小孩的脚印，还有小孩的头发？就在这时，楼顶突然传来一声什么声音？是枪声！你先通知一声队里，让他们赶快出警。何琼刚跑到了顶楼，却听见了一道软软糯糯的声音：你们双手举过头顶。哭什么哭？婉婉3岁都没哭，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哭了？看什么看？在看倒霉。转过去。何琼一进来就看见几个男人双手举过头顶，一个4、5岁左右的男孩手上拿着一把真理瞄准他们，旁边还有个小团子在训话，场面异常滑稽。哥这儿演戏呢。苏婉婉，警官，您终于回来了，我自首，我坦白，把我抓进去吧。这丫头简直不是人，怎么这么小力气，这么大？我刚才从这里咻的一下就被这丫头拽飞到了沙发上，您要是再不来，我的小命就不保了啊！警官，您行情好，把我抓起来，判5年、10年都没问题。我求您了，您就让我进去吧。您再不来救我们哥3真的就死在这儿了。就在刚才，那子弹就像害怕一样，突然拐了一个弯，直接射中了老大自己的小腿。这小丫头就是个怪物。很快，警车就赶到了。师傅，你们认识？1周前的那个拐卖案，他就是其中一个。那这丫头也太倒霉了吧。对了，联系到这2个孩子父母了吗？刚才已经在联系了，他们说会尽快赶来。说吧，你这次是怎么回事？他们的目标是我，他是被我连累的。是这样吗？婉婉，我不是被连累的，我是自愿的。那模样看起来还挺骄傲。回到警局时，已经过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何琼拿出了5桶泡面，3桶递给了苏婉婉，另外1桶递给了顾方池。婉婉很快就把自己的3桶泡面给解决了。顾方池，你不吃吗？不吃。师傅说不能浪费食物，所以婉婉帮你解决掉吧。审讯室里，除了被送往医院救治的乌鸦哥没来，剩下2人都被送到了这里。警官，您是不知道，那祖宗太能吃了，一个人就吃了7个菜，6碗饭。您说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饭桶？还有那力气，牛估计都没他的力气大。这要是以后嫁人，谁娶媳妇儿敢娶他这样的呀？还有这小祖宗太不正常了，那子弹在他面前就跟个孙子一样，明明都射出去了，结果半路拐了个弯。不是说建国以后不许成精吗？2个男人说着，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说明情况就说明情况，怎么还侮辱上人了？人家小姑娘吃的多怎么了？人家小姑娘力气大怎么了？人家小姑娘有点能力怎么了？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们已经调查过你的社会底细，1周前你的账户里莫名其妙多了500万。我倒是想问问你，这500万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说，你的老大都快交代完了，你要是再不交代，到时候恐怕就没机会再说了。老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全部都招了。
1周前有个女人找到我们，说去地市请过来一个孩子，500万作为定金，剩下的必须等事成之后她再转给我们。女人，你们见过面？没有，她是用手机联系我的。何琼连忙会议旁边的警察。我们第一时间就查看了几个嫌疑人的手机，但是那个女人的号码已经显示成了空号，转账银行是国外地址，并且这个地址并不存在。何琼一连审问了1个多小时，问到了一些有用的线索后，准备去办公室找2个孩子问问情况。结果等他回去的时候，苏婉婉已经倒在了顾方池的怀里，打着呼睡觉。何琼将苏婉婉抱了起来，刚一动，苏婉婉就直接醒了。何琼哥哥，我爸爸是不是要来接婉婉回家了呀？爸爸还在路上，哥哥能不能先问婉婉和小池一点事情？然后就是何琼问问题，苏婉婉先回答，顾方池在后面补充。我们勘察房间的时候，发现墙壁上有一把刀，婉婉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知道呀，就这么嗖的一下飞进去了。何琼求助的目光看向顾方池，顾方池面上点点头，实际上心里慌的一批。他知道婉婉的能力已经超出了科学范围之外。这时何琼忽然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锦囊。婉婉可以告诉哥哥，为什么里面的符纸会变成一堆灰烬吗？苏婉婉看了何琼一眼，见对方印堂开阔，山根雄厚，之前那浓重的死气已经消失了。因为何琼哥哥不听话，第2集1分25秒的时候，婉婉明明嘱咐过你，别一个人走小巷子，这是因为婉婉的符帮你挡了一难呀。何琼回想起当时在小巷追赶弹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射出一颗子弹，然后是一跃，紧接着子弹就突然拐了个弯。后来他就发现原本叠成3角形的平安符纸，此时已经变成了灰色。苏婉婉的长辈或许是传说中特殊部门的人吧。何琼嘱咐了苏婉婉几句，然后就又去忙工作了。苏婉婉和顾方池又等了好一会，都感到无聊了。婉婉，我们出去等大人过来接我们吧。苏婉婉扛着顾方池刚出来，就听见了苏纪周急冲冲的声音。爸爸，我好想你。婉婉有没有受伤？爸爸，我没事。婉婉在找什么？爷爷呢？爷爷年纪大了，出不了远门，等婉婉回去就能见到爷爷了。哦。这边顾庭元也走到了儿子的身边，见顾方池也没什么大碍，心中的担心才放松下来。这次案件大致就是这样，后续我们会继续跟踪调查的。没想到这次竟然还是提前计划好的，怪不得会这么顺利。倒是苏家的小丫头被我们家给连累了。这时顾庭元发现苏婉婉一直盯着自己看。婉婉怎么了？大叔，我观你印堂发黑，阴气缠身，恐有生命之忧啊。婉婉，这就是爸爸跟你说的顾叔叔。就是我们过2天要去他家吃蛋糕的那位。原来是顾叔叔呀。叔叔你放心，婉婉一定会让你长命百岁的。老顾，那天小王送你的那道符就是婉婉画的，婉婉的师傅是个道士。顾庭元一听更是震惊了，婉婉还以为顾庭元是在害怕，连忙安抚。顾叔叔，婉婉真的能救你，就是您能不能答应婉婉一个事？顾庭元点了点头，婉婉却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是顾叔叔，你过生日的时候，能不能多分块蛋糕给婉婉？顾庭元先是一愣，忽然大笑了起来。周哥，你这女儿也太可爱了吧！正好我缺个女儿，要不你把女儿借我养2天？正好我缺个女儿，要不你把女儿借我养2天？借个屁！就算你再生一个，也生不出这么可爱的女儿。顾庭元气得都想在警局揍儿子。婉婉，我爸会没事吧？顾叔叔会没事的，不过婉婉觉得问题可能不是出现在顾叔叔的身上，所以我得去你家里看看。婉婉，谢谢你。我们不是朋友吗？顾方池心中一颤，这还是首次有人愿意做他的朋友。那不就得了？你是婉婉的朋友，婉婉帮你是应该的。儿子竟然跟婉婉说了这么多话，我这个儿子性格古怪偏僻，就连自己平时回家都得不到这孩子什么好脸色。顾庭元揉了揉苏婉婉的小脑袋，觉得小孩子的脑袋还挺圆润，忍不住多摸了2下。顾叔叔，你再摸下去，婉婉的头都要秃了，以后婉婉就不好看了。婉婉，对不起，能原谅叔叔一次吗？那我就原谅顾叔叔一次吧。小池今年已经5岁了，以后婉婉得喊哥哥才行，而且婉婉以后不能喊我叔叔了。那我叫你什么呀？叫干爹。爸爸，叔叔说以后要让我叫他干爹。婉婉愿意吗？如果顾叔叔愿意每次见面都给婉婉买的蛋糕的话，婉婉还是愿意的。顾叔叔，你愿意以后我们每次见面都给婉婉买一个蛋糕吗？顾庭元心里乐得不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干爹。答应的这么爽快，早知道刚才再多说2个了。
等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2点了。婉婉早已躺在苏纪洲的怀里睡着了。我宝贝孙女有没有受伤啊？老爷子不放心的又检查了一遍，发现没问题后，才让苏纪洲抱回屋休息。第二天，苏婉婉一觉睡到了下午。爸爸，我的小道服呢？婉婉想穿。是呀，有粉丝说婉婉穿道服的样子更可爱。苏纪洲找来道服给婉婉换上，忽然巨大的声响从婉婉的肚子里传了出来，婉婉赶紧捂着自己的肚子。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呀？苏纪洲有点哭笑不得。婉婉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掩耳盗铃？婉婉摇摇头，明明是爸爸肚子叫了，你捂着自己的肚子干嘛？那我给爸爸捂一捂。吃完饭，苏纪洲和苏启怀就上班去了。婉婉，爷爷今天要出去钓鱼，要不要跟爷爷一块去？婉婉毫不犹豫地点点头，伸出双手让老爷子抱抱。见小孙女这么黏自己，老爷子内心满足极了。司机开车把老爷子和婉婉送到了附近野钓的地方。昨天给你打电话你不来，今天怎么又想着过来了？今天孙女过来陪我钓鱼。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孙女？这么多年了也没听你提起过。爷爷好。哎呀，你这孙女真乖，我们家都是小子，烦人的很。话语中又是嫉妒又是羡慕。爷爷，鱼上竿啦！老人还没反应过来，下一秒鱼竿突然抖动，那鱼竿都快弯成了一道弧线。好在最后成功把鱼拉了上来。这边的动静不小，见有人钓到了大鱼，全都围了过来。老张厉害呀，这么快就钓到了一条大鱼。这鱼估计得有7、8斤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看得老爷子也有些眼馋。没关系，爷爷会钓到比这更大的鱼的。老爷子眉头一扬，心情十分不错。待会儿宝宝不能自己去河边，知道吗？我知道，师傅说小孩子靠近河边容易被淹死，婉婉还小，不想这么早死。老爷子开始钓鱼，鱼竿刚放下去没几分钟，鱼线就开始动了。老爷子瞬间惊讶地看着婉婉，来不及多想，赶紧收线。等老爷子把鱼钓上来时，不少人又围了上来。老爷子，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这才刚把鱼线放下去吧，怎么这么快就有鱼上钩了？这鱼也太肥了，可以拿回去给你家仔仔炖汤喝。你这孙女该不会就是我儿媳妇说的锦鲤在世吧？说话这么灵。嗨，都是托我乖孙女的福，不然也不会这么快就钓到这么大一条鱼。老爷子今天运气出奇的好，没一会儿又是一条大鱼，这可把大家羡慕坏了。眼看着已经快到了晚饭时间，老爷子收拾工具准备回家。保镖大哥，你先去把车开过来吧，婉婉和爷爷在这里等你哦。然而话音刚落，忽然传来了扑通的乐声。婉婉不怕，爷爷在这儿呢。这时，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掉在了河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头直接被河水推到了河中心。赶紧救人啊！没办法的，都已经被水冲这么远了。婉婉就待在岸上，爷爷待会儿就回来。说完，老爷子看向保镖，赶紧报警。然后老爷子就跳进了冰冷的河里，周围的人满是震惊。你不要命了！然而老爷子人已经游远了。保镖本想要跳下去一起救人，无奈还有一个小孩子还在岸边。保镖怕苏婉婉待会儿哭闹，忍不住安慰：“婉婉小姐，老爷子会平安回来的。”婉婉知道呀，待会儿爷爷就回来了。我爷爷真的。很快，老爷子已经救下了老人，准备往回游了。突然间，苏婉婉的眉头紧紧皱着，眉间多了一抹担心。怎么回事？只见刚才还风平浪静的河面，水流忽然湍急了起来。老爷子速度明显慢了不少，中途的时候还呛了几口水。婉婉见事情不对，趁着保镖不注意，偷偷跑到了河堤的高处。只见一条河流满是阴气，甚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煞气。明明刚才都还是好好的呀。婉婉皱着小眉头，想不明白，手上快速掐了一个手诀：赫赫扬扬，日出东方，无赤此符，无所不降，降服妖怪，化为吉祥。口诀一出，原本还湍急的河水瞬间平静下来。然而没多久，又有了湍急之势。婉婉看着自己的手指头，叹了口气，闭着眼睛用嘴咬破手指，然后眼泪汪汪的快速在空中划了一道弧。风生水起，随我去化。震！原本蠢蠢欲动的河面忽然停止，缠绕在河面上的煞气也瞬间烟消云散。老爷子瞬间觉得自己周身暖了不少，就连力气也恢复了几分。没一会儿，老爷子就带着落水的老人上了岸。刚才吓死人了，怎么河水会这么湍急？还好人救起来了。苏婉婉从河堤上跑下来，看见帅老爷子变成了一只落汤鸡，小孩直接哇的一声喝出。爷爷，孙女张开手要抱，可是老爷子现在浑身都湿透了。婉婉，爷爷现在身上湿透了，你就站在那里。老爷子也知道自己刚才的举动冲动了，赶紧跟孙女认错。婉婉，对不起，是爷爷的错。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婉婉哼了一声，可是感觉到爷爷浑身颤抖，婉婉还是没忍住，上前几步，温暖的小手握住老爷子的大手。婉婉给爷爷暖暖。爷爷，您还冷不冷呀？老爷子本来冷得浑身发抖，此刻却因为婉婉的一句话而感到一丝温暖。刚才落水昏迷的老头子被送往了医院，这边婉婉和爷爷以及保镖大哥开车回家。老爷子回到别墅，正好看见儿子和孙子坐在客厅，他来不及多解释，先上楼换了一件衣服。苏纪周见老爷子浑身湿透，脸上有些担心。婉婉，今天你跟你爷爷去哪儿了？去钓鱼呀，好大，好多大鱼。不会是你爷爷为了抓鱼掉水里了吧？不是的呀，爷爷看见别人掉水里，就扑通一声跳下去啦。师傅说，见义勇为是英雄。虽然今天要不是他，爷爷就差点游不上来了。婉婉后知后觉，才开始害怕，忍不住拍拍自己的小胸脯。婉婉，这是怎么了？爷爷，我怕。婉婉没用，不想爸爸出事，不想爷爷出事，也不想哥哥们有意外，都是婉婉没用。苏家三个男人神色一顿，明显听出了小团子话里有话。婉婉为什么不想让爷爷、爸爸和哥哥们出事？家里全是黑雾和阴气，但是婉婉不知道怎么办。婉婉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门。说完，婉婉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今天爷爷救人本来好好的，没想到河里突然多了好多煞气和阴气。老爷子大惊失色，他看不见小孙女说的黑雾还是阴气，但今天救人的时候，他的确感受到了水流湍急了不少，甚至还能清楚的感觉有东西把他往水下拉。所以婉婉救了爷爷是吗？婉婉没用，只能暂时解决危机。婉婉还小，等婉婉长大了，或许就能解决家里的事了。老爷子和老父亲也是十分赞同。对，是因为我们婉婉太小了，等长大以后，婉婉会更厉害。婉婉一定会保护你们的。当天晚上，婉婉就直接画了几十张平安符送给了老爷子他们，甚至在外的几个哥哥都没有落下。郊外一所破旧的道观里，两个男人站在法坛的中心，嘴里嘀嘀咕咕的念着咒。忽然，面前的香炉，其中一个中年男人瞬间被炸飞几米远，倒在地上口吐鲜血。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反噬？怎么可能？苏家不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吗？苏家还有点本事，竟然找了个道行不错的道士。但是那又怎么样？1年之内，苏家的所有人一个也别想活。第二天，婉婉很早就起来了，洗漱完后又爬上床玩了一会儿手机。婉婉，大哥，你能走啦？是啊，早上起来之后就发现双腿居然能动了，这都要多谢婉婉了。苏启怀能走的消息在当天就告诉了2位长辈，苏纪周当即安排医生来检查。OK， 爸爸，大哥能走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带着婉婉散步了呀？等你大哥完全好了，我让他背着你跑。太好啦，大哥可以吗？当然可以，以后大哥带婉婉出去玩。嘿嘿，大哥最好了，婉婉最喜欢大哥了。吃完饭，婉婉便收拾自己的背包。老父亲往婉婉的背包里塞了不少零食。爸，哪有小孩子吃这么多零食的？婉婉吃的不多呀，而且我还要给小池哥哥带些呢。在学校没吃饱，就让小池带你去隔壁的小学买东西吃。婉婉被爷爷和老父亲一人牵着一只手，一路上开心的飞起。爸爸，今天晚上婉婉可以吃炸鸡吗？我让厨房做。那我还想吃蛋糕。下午爸爸来接你的时候给你带。婉婉顿时满意了。等到了幼儿园门口，2个大家长却出现了分离焦虑。婉婉，要不我们不去上幼儿园了，陪爷爷去钓下棋怎么样？跟爸爸去公司上班好不好？公司里的哥哥姐姐都很想我们婉婉。老父亲和老爷子你一句我一句，使得婉婉很无奈。婉婉去上学是婉婉这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就像爸爸每天都要去上班，爷爷每天都要去钓鱼下棋一样。放心啦，婉婉很快就放学了，你们快走吧。说完，自己走到幼儿园的大门。绵绵老师，今天顾方池来上课吗？你们2个小朋友是不是约好的，一起来上课了？婉婉一听，开心极了。一进教室，他就看见了在桌子旁边的顾方池。婉婉像个小炮弹一样开心地冲了过去，一把抱住了顾方池，结果一个没站稳，2个一起摔到了地上。老师赶忙上前查看情况，好在2个孩子都没事。婉婉，你过来。什么事呀，绵绵老师？婉婉，你知不知道自己刚才的动作很危险，以后不准横冲直撞，知道吗？婉婉没有呀，我只是想抱抱小池哥哥嘛。那刚才小池哥哥是不是因为你摔倒的？是不是我的力气太大了？那我以后轻轻的抱小池哥哥可以吗？没事，婉婉，我没摔疼。
苏婉婉知道错误后，绵绵老师便没有再继续教育了。小池哥哥，我给你带了巧克力，吃不吃呀？顾方池看着婉婉的小脸，拒绝的话憋在喉咙间，怎么也说不出口。我吃。那婉婉来喂小池哥哥。婉婉赶紧剥开包装袋，黑黑的巧克力下一秒就滴在了顾方池的唇边。她不太喜欢吃这么甜的东西，可是看起来小姑娘挺爱吃的，还是艰难的把巧克力咽了下去。好吃这是婉婉最喜欢吃的。小池哥哥，你既然也喜欢吃，那我再喂你一个好不好？最终，顾方池在苏婉婉的热情下，接连吃了3块巧克力。婉婉，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个？婉婉点点头，小胖子眼睛顿时亮起，张着嘴准备投喂。一旁的顾方池皱了皱眉头，给你。你怎么不喂我？你已经是大孩子了，我为什么要喂你呀？小胖子满眼委屈，忍不住看了顾方池一眼。明明顾方池才是我们班最大的孩子嘛。然而见顾方池的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小胖子后背发麻，下一秒直接哭了出来。赖皮蛇吃小孩了，老师，顾方池吓我。他怎么吓你的？他用眼睛吓我。那顾方池为什么要瞪你？小胖子顿时不说话了。这时候婉婉却在一旁告状：绵绵老师，小胖说小池哥哥是赖皮蛇。我看过《小鲤鱼历险记》，赖皮蛇丑，小池哥哥这么好看，小胖他说谎。老师有没有告诉你不可以给任何人起外号？那你应该怎么做？顾方池，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这么说你的。没关系，这个小矛盾很快就化解开了。小胖子拿到了3块巧克力，也不纠结婉婉喂顾方池不喂他的事。到了中午，婉婉看着顾方池一口没动的午饭，忍不住问：小池哥哥，你不饿吗？我不饿，你呢？你这已经吃了5碗饭了吧？我还看见保育员阿姨给你打饭的时候还压匀了的，这小肚子竟然还是平缓的。现在婉婉也不饿了，小池哥哥，你还吃不吃呀？你不吃的话，婉婉帮你解决好不好？别浪费了。最终，顾方池还是没忍住小团子的撒娇，直接把自己一口没动的饭菜递到了苏婉婉的面前。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吃个饭满嘴都是？嘿嘿嘿，婉婉还小，等长大以后就不会了。下午放学时，婉婉对顾方池还有些恋恋不舍。顾方池，你明天一定要来幼儿园哦。接下来一连几天，顾方池都来幼儿园了。周五这天，婉婉被爸爸提前接了回来。爸爸，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找干爹他们呀？太好了，待会又能见到小池哥哥了。不就一回没见着面吗？怎么这么想人家？我不知道呀。一到顾家，苏婉婉的眼睛就到处看。没办法，她今天不仅仅是来吃小蛋糕的，更是为了解决干爹身上的麻烦。爸爸，这里没问题，我可以进去看看吗？苏纪周闻言，刚准备说话，便看见顾庭元和几个生意上熟悉的老总走了过来。婉婉，干爹抱抱。苏婉婉看着顾庭元印堂上浓密的阴气，挥了挥手，将他们挥散，随后才歪着脑袋喊了一句：干爹。这下子可把顾庭元可欢喜坏了，抱着苏婉婉不肯撒手。婉婉去找你小池哥哥玩吧。干爹，小池哥哥在哪里呀？应该是在后院跟家里的小孩玩。说着，看着一旁路过的佣人：你带婉婉去找小池，记住让小池看好婉婉，别走丢了。是。一到后院，婉婉就看见了顾方池。只见在宽敞的后院中，3、4个小孩围着顾方池，口气十分不好，有的说2句，甚至还想动手。顾方池，今天你必须跟小英道歉，对，不然我就告诉曹阿姨去，说你欺负顾爷。真以为你是顾家大少爷呀？一个小瘸子也配当顾家的少爷，真是搞笑。我看顾叔叔就是看他可怜，要是我有个瘸子儿子，我才不要呢。我妈说了，顾方池就是一个小灾星，一出生使了妈。前段时间我妈还听说他爸差点跳楼了，他爷爷也掉河里去了。我们离这个灾星远点儿，不然待会儿倒霉了怎么办？几个孩子比顾方池大很多，顾方池行动不便，虽然他们讨不着好处，但顾方池却被他们左右拦着，根本走不了。而远处的苏婉婉此刻拳头已经硬了，她在草丛里找来2根掉落的树枝，直接冲了出来。顾方池，我妈说了，她要是你都不愿意活在这个世上了。你你他妈是谁啊？谁让你进来的？我是谁？我是你妈。曹行舟肺都快气炸了，但是面前的小团子奶凶的，他又舍不得下手，于是开口下：你让开，信不信我连你和他一块揍？到时候你可别哭着找你妈。你们要是不给小池哥哥道歉，我就打得你叫妈。
你曹行舟从小到大霸道惯了，就连顾方池也被他随便欺负，哪里遇到过这么能说会道的小奶娃子？他差点没被苏婉婉的话给气哭。你到底是不是女孩子？我还是个宝宝。曹行舟这次直接被气哭了，婉婉却不依不饶。顾方池欺负你了吗？他欺负顾燕了。小池哥哥，顾燕是谁啊？我后妈的孩子，比我小1岁，我不喜欢他。那你欺负他了吗？没有。看见了吗？小池哥哥没欺负过他。他放屁！小燕想要平安符，他不给就算了，还把小燕给推到了地上。小燕才4岁，他这个当哥哥的还欺负他。果然我妈说的对，他就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小灾星。苏婉婉皱了皱眉头，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生气。阿姨去世的时候，小池哥哥还这么小，他能有多么错？你妈妈不好，怎么这么喜欢给人乱扣帽子？更何况小池哥哥自己的东西要不要送人，要经过他同意才行。顾燕凭什么去抢？凭什么都是小孩？小池哥哥一定要让着自己弟弟。还有啊，你们口口声声说小池哥哥欺负顾燕，但是现在你们却在欺负比你们还要小的孩子，你们这么做就对了吗？婉婉一席话让几个孩子无话可说。曹行舟想要反驳，却又无从开口。他忽然觉得自己妈妈对他说的那些话，似乎不一定是全对的。你们记住了，顾方池是我苏婉婉要罩着的，你们以后再欺负他，小心倒霉哦。说完，苏婉婉便拉着顾方池离开了，留下几个孩子若有所思。小池哥哥，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呀？我没事，没受伤。顾方池想到婉婉刚才护着自己的模样，心头一软。从出生到现在，自己身边出现过无数的恶意，除了自己父亲，还是第一个有人愿意站出来帮他。嘿嘿，小池哥哥没事就好，以后婉婉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婉婉，其实哥哥没你想的这么好。毕竟刚才要不是苏婉婉忽然出现站在他面前，可能下一秒曹行舟就血溅当场了。小池哥哥是婉婉见过最好的人了，毕竟身怀紫气和无数的道德金光，如果这都算不上好人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人啦。顾方池欲言又止，最后还是隐藏了私心，没有解释。这里是哪里呀？前段时间失火，这里的灯烧坏了，家里还没请人来修。怎么了？小池哥哥，这面墙好像不对劲啊。小池哥哥，这面墙是新建的吗？前段时间老宅失火，这面墙被烧毁了，后来重新建了一面。拆了吧，师傅跟我说过的，住宅建筑要讲究安全和采光通风，这面墙建得太高了，会挡住院子里的光线，而且太高的墙体稳定性也不好，遇到大风大雨可能有隐患，还会让屋里显得压抑。小池哥哥，你家的布局被改变了。婉婉，要不要去宅内看看？我来找小池哥哥就是为了这件事。刚才那几个小坏蛋一打岔，婉婉都快忘了。二人走了好一会儿才到大厅，此时苏纪周已经应付完了身边的人，看到苏婉婉时，一把走过去将她抱起，而后面的顾庭元却晚了一步。小池，你等会儿带着婉婉进去吃蛋糕。婉婉一听有蛋糕吃，连自己要干什么都忘了，就要拉着顾方池进去。小贪吃鬼，不知道的还以为家里少你吃的一样。家里没少婉婉吃的呀，爸爸每天都给婉婉吃的饱饱的，是婉婉太能吃了。婉婉，以后你要不就搬来顾家住吧，干爹每天都给你准备蛋糕。不行，我晚上不回家，爷爷爸爸和哥哥会想我想的睡不着觉的。周哥，你家小孩太可爱了。再可爱也不是你家的。顾家占地非常大，整个地方大大小小有100多间房。一进门，婉婉就发现了不对劲。小池哥哥，你家这地势不对啊，在布局合理性上，你家大门对着阳台，窗户对着后门，这样风会直穿屋子，形成穿堂风，冬天容易着凉。顾方池又带着苏婉婉看了一圈，婉婉发现这个主宅好多地方的环境或多或少都有存在不合理。老宅的台阶有点滑，家里是不是有老人不小心摔过，或者受了点小伤？除了我爸外，爷爷一直居住在老宅，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大好，前段时间去河边钓鱼落了水，所以这段时间一直在家里休养。我说为什么小池哥哥身上的金色和紫色会时弱时强？原来原因就出在这里。如果不是小池哥哥的道德金色和紫色护住顾家，可能现在顾家已经一团乱了吧。小池哥哥家里布置被改动是小，最重要的是现在老宅已经不能住下去了，这布置改动极为巧妙。如果不是婉婉对布置有些研究，可能也发现不了异常。你一定要告诉干爹，让他多注意点。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有的呀。那怎么才能将环境改过来？现在可能还不行，
我得回家准备准备。符纸今天都没带过来，而且老宅这么大，每个房间贴一张，可能还不够。看来得去上次那条小巷子再买点了。婉婉正想着，一个没注意，被人推了，啪嗒一下跪在了地上。顾方池也没料到会突然出现这么一幕，心里一慌，赶紧上前把苏婉婉扶了起来。婉婉的手有些破皮，好在并不是多么严重。顾燕，你找死！顾燕，你找屎！小可爱，你走开！我要告诉妈妈，让她好好教育教育你。你放开我！哼！婉婉在身后看着，并没有出手阻止。她能够感受到顾燕身上若有若无的番茄味，不像是人的，更像是动物的。这边，曹叔听见自己儿子的蛙叫声，连忙循声找来。你疯了！顾方池怎么敢的？明明我都……妈妈，你把这个小可爱好好的教育，主动帮他减肥，主动帮他脱水。话音刚落，就被曹叔住了嘴了。小池，我知道你不喜欢阿姨，但是你也不能拿你弟弟撒气啊。顾庭元一上来就看到这么一幕，小池，你打的。顾庭元顿时不知道拿自己这个儿子怎么办，一口气不上不下的放在喉咙间。小池，你告诉爸爸，为什么要打弟弟？他该教育。小池哥哥说的没错，他就是该教育。婉婉过来。我不嘛。老父亲张了张口，既不舍得骂，又不舍得打，此刻连句重话也说不出口。婉婉能不能告诉爸爸为什么要这么说？婉婉撅着嘴，露出自己破皮的手掌。婉婉摔了，什么时候摔的？他之前抢我送给小池哥哥的平安符，小池哥哥没给他，他就让人去欺负小池哥哥。要不是婉婉看见了，小池哥哥就受欺负了。你们要是不相信，可以去找今天送我来的佣人。不过他看见这么多人欺负小池哥哥，也不来帮他。哼！顾燕还一口一个小可爱，还说不好听的话嘲笑小池哥哥，还让他妈妈把小池哥哥关起来教训。干爹，人家都这么教育小孩的嘛。曹叔，能解释一下吗？顾庭元结婚晚，顾方池出生的时候他已经35了，妻子难产去世后没多久，顾庭元就没打算再结婚。但是因为一场意外，让他和曹叔发生了交集，没多久就有了顾燕。曹叔，怎么回事？小燕为什么要对自己大哥说这些话？庭元，我一来就看见小池在打小燕，就算小燕再不对，作为大哥也不能对着自己弟弟下死手啊。曹叔的话四两拨千斤，对顾燕的那些话闭口不提，反而还把责任推到了顾方池身上。那顾燕为什么能对着小动物们下死手啊？你胡说！小朋友，你的妈妈有没有教过你做人要诚实，可不能随便乱讲话？妈妈没教婉婉这些呀。不好意思，我妻子去世多年，的确没有办法教我女儿这些。阿姨，顾燕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她，反而帮着她？难道你不怕喝茶吗？你是顾燕的妈妈，她做的事情你肯定知道，你明明知道不对，作为妈妈却不引导。我师傅说你这种叫猪肘为略。对，就叫猪肘为略。你骗人，我才没有他们。那你床底下的怎么解释？你胡说，我明明放在衣柜里的。话音刚落，曹叔的脸色瞬间变得紫。这下糟了。顾燕还没反应过来自己说漏了嘴，只顾着坐在地上哭。嘿嘿，其实婉婉也不知道在哪，我是炸她的。顾庭元脸色沉得能滴出水，转身就进了顾燕的卧室。在衣柜深处，他找到了一个被袋子包裹的东西，打开一看，里面是血图，相当难看。别看，可是婉婉已经看见了呀。顾燕，从你身上下来。顾燕哭唧唧的不敢说话，曹叔连忙把孩子放到地上，大气都不敢喘。爸爸，是别人冤枉我，我没有做这些事。哼，那你说是谁做的？肯定是顾方池，他从小到大都羡慕我。小池哥哥羡慕你什么？顾方池羡慕我的腿完好无缺，所以一直看我不顺眼。曹叔没想到自己这个儿子这么驴，但此刻他不敢再没有表示，直接一巴掌。都这个时候了，你为什么还不肯说实话？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你大哥？还有袋子里的标本是怎么回事？你小小年纪怎么会做出这么激动人心的事情？顾燕被曹叔指责懵了，顿时手足无措，只能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曹叔见儿子不说话，只知道哭，顿时松了口气。阿姨，难道不是小池哥哥的吗？而且这些不是你送到顾燕的房间的吗？我不要急着否认，你虽然不是直接
动武的真凶，但也是知道实情的帮凶。是你一直帮着顾燕助纣为虐。你要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代价。这些被他们会一直你们，直到你们到自己该有的代价。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没关系，以后你就知道我今天的话是什么意思了。曹叔，你先带顾燕回去。曹叔还想说什么，然而顾廷元一个眼神过去，曹叔连枪都不敢开，只能抱着顾燕离开。而在曹叔离开的那一刻，顾廷元的面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婉婉，这些东西怎么处理？找个地方埋了吧。说完，苏婉婉想起了什么，又将自己今天在老宅看到的布置问题给自家干爹说了一遍。婉婉，看拿着，买点好吃的。婉婉没有犹豫，开开心心的收下了。谢谢干爹。等宴会散后，天已经黑得透透的。爸爸，你吃这个。干爹，你吃这个。婉婉，我的呢？是哥哥张嘴，婉婉喂你。周哥，明天是周六，要不今天晚上你和婉婉就先在我家休息一晚，明天我让司机送你们回去。宝宝，今天你要不要和爸爸在你干爹家休息一晚？那我可以跟小池哥哥一块睡吗？婉婉当然可以跟小池哥哥在一块。哦，那我不回家了，我要跟小池哥哥一块睡。小池哥哥，你的房间怎么没有奥特曼呀？以后我把房间的娃娃和奥特曼分你一半。好。两个小朋友一番洗漱后，就乖乖爬到了床上。老父亲怕小女儿不习惯，准备进来看看小团子，结果进来的第一句话却让老父亲扎心不已。爸爸，你来干什么呀？苏纪周嘴角一抽。爸爸，你身体不舒服吗？要不要婉婉帮你捶捶？不用，爸爸没事。爸爸就是来看婉婉习不习惯，要是不习惯就跟爸爸说。没有呀，小池哥哥对婉婉可好了。习惯就好。苏纪周没在两个小孩的房间待多久，叮嘱了几句后就离开了。小池哥哥，你一直都住在老宅吗？老宅平日里都是爷爷一个人住，周末我才回来。哦，小池哥哥，你的爷爷长什么样子呀？他凶不凶啊？是小孩吗？我爷爷一点也不凶，师傅也不凶，但是以前来道观拜三清老祖的小孩偷偷告诉我说师傅吃小孩。苏婉婉一如既往的问题多，顾方池嘴角抽了抽。我爷爷不吃小孩，你师傅也不吃，那些小孩骗你的。我也觉得你说的对，我师傅怎么可能吃小孩嘛？最多拿着棍子打小孩。你师傅打过你？没有呀，我师傅说打我折寿，他生婉婉气的时候都是打师兄师弟。两个小家伙又聊了一会，也都出现了困意，没一会就都睡着了。第二天，苏婉婉睡到了日上三竿才醒。小池哥哥，我想吃蛋糕。快吃午饭了。婉婉一听，瞬间来了精神，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小池哥哥，他饿了。顾方池哭笑不得，他牵着苏婉婉来到了客厅。爸爸，乖宝，干爹在这儿呢。婉婉转过头，这才注意到了顾廷元。干爹早呀。顾廷元看着自己木着脸的儿子，酸溜溜的。你看看人家婉婉多有礼貌。爸，苏伯伯好。吃过午饭，苏纪周便打算带女儿回家。爸爸，能不能去上次的小巷子呀？婉婉想买符。苏纪周当然是很爽快的答应了，跟司机报了个地名。OK。婉婉来到上次自己买符的地方，老板对苏婉婉的印象还挺深的。小朋友又来买符纸啊？对呀，今天我要500张黄符，还要1块朱砂。今天符卖完了。婉婉皱了皱眉，她还想着这几天就把符画完，过几天就去小池哥哥家把符给贴上了。怎么回事？婉婉明明算过你家还有符纸才对呀，难道是婉婉算错了？老板心里震惊，赶紧解释。小朋友，不，小大师，是这样的，我们家的确还有符纸，只不过这些符纸已经被天师会提前预定了。您如果要的话，我赶明给您留着。说完，老板额头上冷汗连连。他做这行生意的，自然知道世界上有些奇能异事。苏婉婉虽然还小，但是轻轻一算便能算到自己店内还有符纸，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天才。老板，我们来拿符了。师伯，小师弟的徒弟，你好呀。没想到苏婉婉还记得自己，张怀玉有些受宠若惊。师伯，师傅他老人家很想您，希望您去天师会坐坐。他老人家还说，希望能好好孝敬您。您放心，师侄也会好好孝顺您的。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张怀玉。怀玉师侄，我能不能跟你商量点事呀？您尽管说。你能不能借500张黄符给我？过几天婉婉双倍还给你。张怀玉连忙摇摇头，别说借500张黄符，就算5000张他都得拿出来。于是张怀玉赶紧让老板把符拿出来，直接递给苏婉婉。师伯，我师傅他老人家等了您很久，要不跟我们一块去天师会坐坐？婉婉有些犹豫，她抬起头看向老父亲，想要他给自己拿主意。婉婉想去吗？我想去见师弟，但是婉婉也想爷爷和哥哥了，怎么办呀？
爷爷和哥哥在家里跑不了，既然婉婉想见你师弟，那就跟着一块去吧。对，师傅说给您准备了烧鸡和蛋糕，就等着您去呢。苏婉婉一听，内心那点小纠结瞬间就消下去了。我去。怪不得师傅当初那信誓旦旦的模样，感情这小孩是个贪吃鬼啊。张怀玉在前面带路，还时不时的讲一些关于天师会的事。没想到师弟竟然进步这么大。我还记得师傅当初天天骂自己的这个师弟没本事，画一张符得费5张。张怀玉听到苏婉婉感慨，脚下一个踉跄，画一张才费了5张，难道不是很厉害吗？怎么在这个小师伯的眼里屁都不是？等到了天师会，张怀玉让人通知他师傅，自己则是去端几杯茶水。张师兄，这小孩是谁呀？辈分也太高了。这可是师祖他老人家最宝贝的徒弟，你们以后看见他可不能怠慢了。我操，认真的？不然呢？就连师傅他老人家都得恭恭敬敬叫一声师姐。于是等大家回到会客室，就看见那个对着他们就是一通骂的师傅竟然这么狗腿。小师姐，您什么时候来帝都的啊？怎么不打个电话，我也好来接您不是？您现在住哪儿？我在帝都市中心有一套别墅，您要是喜欢，我送给您。我最近得到一根雷击木，您要是感兴趣，我也送给您。7、80岁的老爷子对着一个3岁的小孩一口一个彩虹屁，语气还有些紧张。反观苏婉婉一脸淡定，好像已经习惯了。唉，师弟，婉婉的烧鸡和蛋糕呢？小师姐，您别急，马上就来了。说完，给站在旁边的张怀玉使了一个眼色。没一会儿，张怀玉提着2只烧鸡和一个小蛋糕就进来了。等苏婉婉吃完烧鸡蛋糕后，向德寿才不好意思的开口：“小师姐，您能不能帮师弟一个忙？”“什么忙呀？”“是这样的，咱们这天师会吧，除了我和几个师兄弟，就没什么人了。师傅一走，咱们天师会，唉。”“天师会怎么了？”“小师姐，往后您只需每周过来教教这帮小子画符看相就行。唉，如今这世道，奇能异士是越来越难找了。别看全国道士遍地走，可真正有真本事、有天赋的，却是凤毛麟角。尤其是现在灵气日渐枯竭，别说观气运、断祸符的看相之术了，就连最基础的画符，他们都画不出个名堂来。可婉婉还在上幼儿园呢，只能周末过来了。”向德寿嘴角一抽，这才猛然想起他家这位小师姐今年才3岁。也行，那到时候我派人去接您。说完，他话锋一转，眼底带着几分期待。今天正好是周末，咱们天师会新收了几个弟子，小师姐要不要去瞧瞧？话刚出口，苏婉婉就想起自家老爹还在一旁等着，便转头看向苏纪周，想问问他的意见。婉婉想去就去吧。哎，像会长身边的那小孩是谁呀？难不成是哪一个玄学世家的小辈？看着不像吧？会不会是会长的孙女？不对啊，不是说会长连老婆都没有吗？练习室里，桌上堆满了画废的符纸，一张张歪歪扭扭，毫无灵气可言。向德寿看着这堆废纸，忍不住皱着眉念叨了几句。小师姐，您给他们露一手，让他们开开眼。婉婉握着笔杆，歪着小脑袋，低头在黄符纸上勾勾画画。不过寥寥几笔，一道金灿灿的光芒骤然从符纸上升腾而起，耀眼夺目。师弟，成啦！这就成了？怎么可能？画符难道不应该先沐浴斋戒，祭拜祖师，焚香祷告，心诚至极才能成吗？这小姑娘倒好，随手捏着笔瞎画了几笔，居然就成了一张真正的灵符。成了呀！你要是不信，我用给你看。苏婉婉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向德寿帮忙捂住了嘴。小师姐，您可别在这儿掩饰啊！这五雷符威力巨大，到时候怕是连房顶都得被劈穿。向德寿心里一阵后怕，想当初跟着师傅修行时，道观的屋顶就没少被这位小祖宗的五雷符劈出窟窿。如今练习室里这么多人，要是小师姐一时手痒真的催动符咒，天知道得劈伤多少人。向德寿的语气带着几分慌张，可那一声小师姐却清清楚楚地落进了在场所有天师的耳朵里。众人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连忙有人带头恭恭敬敬地朝着苏婉婉行礼。苏婉婉满不在乎地挥了挥小手，脆声问道：“你们会画五雷符吗？”五雷符早就失传多年了，就算是会长，也未必能画得出来，更别说请神引雷、催动符咒了。是师弟学艺不精，愧对祖师爷。那我们就从五雷符开始教吧。这怎么能行啊？就算我们照着画出来，也未必能请神成功啊。为什么请神不成功呀？我每次念咒的时候都是成功的呀。向德寿在一旁听得哭笑不得，满心无奈。他家小师姐的天赋，那可是连天道都追着喂饭吃的程度。
哪个神明敢不给他面子？小师姐，这张五雷符能送给师弟吗？婉婉毫不在意，随手就把还闪着金光的符纸递给了他。向德寿如获至宝，宝贝的不行，当即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兴冲冲地发到了天师会内部群，相亲相爱一家人里。我靠，这五雷符哪来的？群里许多人都被向德寿给炸了出来。小师姐送我的，说着就拍了一张小团子的照片发到了群里，顺手把消息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婉婉人小，时不时的看看大家画的符，只不过今天没人把五雷符画成。师弟，婉婉没想到还有比你画的更差的天师。向德寿老脸一垮，眼神有些幽怨。师傅那里有很多画符的书，应该对他们有用，等下次我带来送给你。师傅留下来的，还是你自己留着比较好吧。那些内容婉婉2岁就会了，虽然我还小，但是道理婉婉都懂。师兄师弟们都是大英雄，以后要是有需要婉婉的地方，婉婉也一定跟师兄弟们冲在前面。向德寿怔怔地望着婉婉，眼眶一热。师弟还是和以前一样爱哭。谢谢婉婉。此刻向德寿就像个长辈，眼中充满了宠爱。等快要离开时，他找到苏纪周。我师傅他老人家2年多以前算了一下，婉婉命格特殊，这才从李春梅手上收养了婉婉。婉婉从小被师傅他老人家宠着长大，所以有些调皮。你这个当父亲的得多迁就她。婉婉是我女儿，自然会对她好的，台姐您放心。对了，小师姐，以后你画的符可不能在家里用，知道吗？为什么呀？因为这样小师姐以后可能要和你爸露宿街头了。婉婉不会答。婉婉以前在道观的时候，每天都画五雷符，结果把师傅他老人家的道观给劈没了。告别向德寿后，父女2人回到别墅。爷爷，婉婉好想你呀。老爷子拖着婉婉的小屁股，轻轻地颠了2下，感觉小团子这半个月似乎长重了不少。爷爷，是婉婉长高了。对，是我们宝宝长高了，不是说中午回来吗？路上遇到了婉婉的师弟，婉婉跟他聊了一会儿。老爷子点了点头，语气酸酸的。婉婉是不是把爷爷忘了？没有呀，是师弟给的烧鸡和蛋糕太好吃了，婉婉没忍住嘛。晚饭时，餐桌上多了一只烧鸡和一个小蛋糕。婉婉在老父亲和爷爷中间吃得满嘴是油，忽然想到了什么。爷爷，大哥呢？公司有事，你大哥今天在公司不回来了。那大哥明天回来吗？你大哥明天一早就回来，就算回不来也得给他赶回来。太好了，晚上我要自己睡。宝宝，你还小，像你这样的小孩子应该跟爸爸一块睡。爸爸，婉婉已经不是3岁小孩了。对，你现在3岁半了。最后不管老父亲怎么哄，婉婉就是要自己睡。爸爸，你已经是大人了，要习惯一个人睡。你要是真害怕，那就去找爷爷吧。吃完饭，婉婉便去书房画符，500张符纸，婉婉画了整整5个小时。画完后，整个人都烟啪啪的。第2天，婉婉被老爷子送到了幼儿园。婉婉，小池哥哥，今天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呀？醒得早。他牵着苏婉婉来到班上。小池哥哥，婉婉有东西送给你哦，这是婉婉最喜欢的东西，以后婉婉每天给你带一个。谢谢你。对了，还有这个，下午的时候你带回老宅贴上。这是什么？婉婉画的符呀，用来保平安的。这可是婉婉画了好久的。顾方池的目光看着苏婉婉，过了好久，这才有了波动。谢谢，我们是朋友嘛，不用说谢谢的。顾方池脸上柔和，嘴角撩起了一抹笑。小池哥哥，你长得真好看，婉婉喜欢。小孩眼神纯净，小奶音十分认真。顾方池实在没忍住，摸了摸小孩的脑袋。你想不想和我一块儿读书啊？我想啊。那以后上课认真听讲。哼，婉婉上课很认真的，从来没走过神。那上课偷吃东西的是谁？上课偷玩玩具的是谁？上课连1+1都不知道的又是谁？小池哥哥，这么丢人的事情别让其他人知道好不好？婉婉也是要面子的呀。小池哥哥，婉婉知道1+1等于2了，以后不准再嘲笑我了。那2+2呢？婉婉连忙低下头，开始扳着自己的小手指头数，数了半天才数出来结果，末了还一脸得意地看着他。哎，算了，还是以后慢慢教吧。小孩看起来挺聪明的，应该不会太难教吧。中午吃饭的时候，婉婉拿着碗去老师那里添饭。婉婉，今天没有饭了，要不老师给你打碗汤吧？可婉婉还没吃饱啊。老师没办法，只能让婉婉先去玩玩具。婉婉的肚子还饿，连玩具都不想碰了。小池哥哥，婉婉没吃饱，我们去买吃的好不好？你要去哪儿？
大哥说去隔壁小学有小卖部，我们待会儿去吧。你书包里面的零食呢？我要装娃娃和服，零食就装不下了。顾方池没想到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婉婉没带零食，想了一会儿，还是同意了。婉婉拿着大哥给她准备的票子，买了一大口袋的零食。绵绵老师发现的时候，心里咯噔一声，知道两个孩子偷偷跑出去后，直接把两个小孩罚站在墙角处。小池哥哥，婉婉是不是又犯错了呀？婉婉，你过来。绵绵老师，什么事呀？今天去小卖部的主意是不是你出的？不是婉婉呀。绵绵老师一顿，不敢置信的把目光移到了顾方池的身上。绵绵老师，你一直看着小池哥哥干什么呀？那是谁让你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是大哥呀。婉婉中午没吃饱，太饿了，就用了大哥给我的钱去隔壁小学买零食吃了。绵绵老师，婉婉请你吃。绵绵老师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不过还是告诉小孩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还好婉婉听得进去，表示以后自己再也不跑出去。下午户外活动玩游戏，和婉婉同组的叫夏之雨，二人被分到一组做游戏，结果成了全班的倒数第一。你到底会不会玩啊？都是因为你才让我当了倒数第一，怪不得我妈说你是，现在竟然还害我不能得第一。夏之雨，你找死！夏之雨，你找死！顾方池，你要是敢动我，信不信我让我妈来找你？旁边的张老师眼尖，察觉这边的动静不对，立马上前拦在两人中间。老师，顾方池要欺负我。老师，不是的，是夏之雨先骂我。我没有，是苏婉婉玩游戏的时候太笨了，我说了她2句，顾方池看见了。张老师一听这话，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他心里门清，苏婉婉家里给幼儿园投了不少钱，他压根不敢得罪。可顾方池平时总是安安静静的，看着就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他对这孩子的底细一点都不了解。这么一来，顾方池就成了最好的调节突破口。顾方池，快给夏同学道歉。顾方池抬眼，眼神淡淡的，像结了层薄冰。张老师的话落在他耳朵里，跟没听见似的，半点反应都没有。这副模样让张老师的火气更深。老师，我好害怕，他刚才好凶。老师，夏之雨胡说八道，他先侮辱我，说我是没人要的可爱，小池哥哥才过来帮我的。张老师脸黑得像锅底，心里憋着火，要不是苏婉婉背后有靠山，他都想好好教育一下这俩孩子，省得在这儿闹个没完。老师，我看见了，就是顾方池要欺负夏之雨。对，我也听见了，顾方池语气好凶的说夏之雨呢。苏婉婉听着周围的话，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心里委屈的像塞了团棉花，可小小的身子却挺得笔直，紧紧挡在顾方池面前，不让老师说他半句。好在这时候，绵绵老师终于赶过来了。张老师，你先别生气，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咱们先把事情弄清楚。夏之雨见绵绵老师不向着自己，立马扯开嗓子大哭大闹，坐在地上蹬着腿撒泼，怎么哄都没用。最后没办法，老师们只好给两边家长打了电话。没一会儿，夏之雨的妈妈就气势冲冲的赶来了，眉头拧着，一脸不好惹的样子。绵绵老师脾气好，耐着性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跟他解释了一遍。夏夫人，在您来之前，我们已经调看过幼儿园的监控了，监控里看得很清楚，确实是之雨先对着苏婉婉说了些不好听的、带有侮辱性的话。侮辱？我女儿能侮辱她什么？一个小屁孩，懂什么叫侮辱？绵绵老师被噎了一下，张了张嘴，忽然觉得自己特意把家长请来，根本就是徒劳。这家长的态度摆明了就是护短，根本听不进半句劝。夏夫人，之雨现在年纪小，正是养成好习惯、树立正确观念的关键期，所以家庭教育特别重要。有时候您在孩子面前，是不是也该多注意一下？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好女儿，合着我女儿受了委屈，我还得挨你一顿说？夏夫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阿姨，就是你没把你家小孩教好啊。我师傅说了，大人什么样，孩子就什么样，这叫……哼，果然是没家教的小可爱，也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这话像根针，狠狠扎在了苏婉婉心上。婉婉一听，瞬间红了眼，也顾不上什么规矩了，撸起小袖子就要冲上去育人，那副气呼呼的样子，饶是一向冷静的顾方池都吓了一跳。婉婉，不能打架，别冲动。这时候，办公室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几个男人，绵绵老师还没开口，就见婉婉飞快跑了过去，抱住其中一个男人的大腿，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呜呜，爸爸，怎么突然哭了？你们怎么才来呀？老父亲心疼极了，赶紧低声道歉。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绵绵老师赶紧又把今天的经过解释了一遍。婉婉不是克星，那个坏阿姨污蔑我。哼，某些人就算有娘教，也没见得教的有多好。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我老公是谁？
我老公？顾氏集团市场部的经理夏松阳。你怎么知道？不好意思，我是顾氏集团董事长顾庭元。从明天开始，你老公不用来公司上班了。干爹，这个坏阿姨还说要打小池哥哥。我什么时候说过？夏之雨就是这么说的。你放屁！我才没放屁，是你放屁才对。话音刚落，办公室里传来一声尴尬的放屁声。夏夫人脸色通红，刚想要开口，办公室门口突然出现一个小胖子。小胖，你来办公室干什么？老师，夏之雨说谎，我都听见了。婉婉和夏之雨是一组，但夏之雨不配合，所以婉婉他们这一组当了倒数第一。夏之雨就骂婉婉是笨蛋，婉婉才不笨呢。班上玩游戏，婉婉是玩的最好的，是夏之雨不配合，把责任怪到了婉婉身上，还骂婉婉。老师，都是夏之雨的错，你能不能不罚婉婉啊？你要罚就罚夏之雨吧，他该罚。绵绵老师听了小胖子的话，气也不是，笑也不是。老师不罚小孩。老师，夏之雨您可以教育，实在不行我帮您按着他。夏之雨，你出来给苏婉婉道歉。夏之雨拉了拉夏夫人的裤腿，但是他今天出了丑，根本没空管自己女儿。夏之雨见自己妈妈不理自己，只能站出来，一脸委屈。夏之雨，你知道自己错哪了吗？夏之雨的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似乎真正受委屈的是他一样。唉，不管婉婉做了什么，你都不应该对她进行言语侮辱。我没有。那小胖刚才有没有说谎？夏之雨摇了摇头，他也知道自己今天必须道歉。婉婉，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不接受。你要是不愿意道歉，就不要道歉，千万别委屈了自己。谢谢干爹。顾庭元摸了摸小团子的脑袋，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干女儿是世界第一可爱。夏之雨见没人理他，委屈极了。那顾方池欺负我，他怎么不道歉？自己妹妹受欺负了不出来帮忙，那当个毛线的哥哥。儿子干得不错。从办公室出去后，夏夫人带着夏之雨回了家。第二天上学的时候也没见到人。婉婉，以后你别理张扬他们那帮人。为什么呀？夏之雨是张扬的表妹，她因为你转校了，张扬可能会报复你。你放心，要是他敢找我麻烦，我就用拳头教育他。那你轻点儿，别太过用力了。张扬他妈妈是大明星。下午放学，老爷子没能来接婉婉。婉婉，爷爷去钓鱼还没回来，爸爸现在在外地，晚上才能回家。待会儿你干爹接你回家，好不好？顾庭元亲自来幼儿园接孩子，他一只手抱着婉婉，另外一只手牵着顾方池上了车。他也没忘记自己和小团子的约定，一上车就递给了小团子一个小蛋糕。谢谢干爹。回来后，顾庭元就让两个小孩子去房间做家庭作业。等做完作业，两人刚出来就撞到了准备拖着行李离开的曹叔。你来我家干什么？谁让你来这儿的？干爹接我来的呀。阿姨，你这是打算出门旅游吗？走开！你说什么？还有你行李箱里装的是什么？没什么。现在我被你爸赶出去，你是不是很得意啊？呵呵，你真以为能够一步登天吗？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地位。你要干什么？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你自己就不是个好榜样，更别说你儿子了。有这样的母亲，顾燕现在这样和你脱不了干系。曹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做的那些事，真以为瞒得过所有人？什么？此刻的曹叔内心突然涌上了一抹不好的预感。苏婉婉转过头，看着顾方池的双腿，眼圈忽然红了。直到刚才，曹叔的面相才彻底暴露无遗。曹叔，你做的亏心事比你儿子多100倍。不可能，你怎么看出来的？苏婉婉没看他，一甩手，直接把曹叔甩了出去。旁边的顾方池反应很快，拖过曹叔的行李，然后让人叫顾庭元下楼。顾庭元听到两个小孩受欺负，扔下会议，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自从上次生日宴会回来后，他就和曹叔提出了离婚。前几天也让曹叔和顾燕翻了出去，结果刚赶过来，却见曹叔狼狈地躺在地上。什么状况？虽然我们马上要离婚了，但是也当了小池这么多年的妈妈。小池哥哥喊过你妈妈吗？曹叔脸色一僵，心里想好的腹诽忽然说不出来了。既然没叫过，就换个借口，这个借口可不成立。顾庭元忽然觉得干女儿今天似乎跟个小炮仗一样，脑袋也跟着聪明了不少。离婚前，他把在帝都8成的房产都送给了曹叔，并且每个月还有固定的生活费，如果不乱花，曹叔这辈子都不用愁钱的事。你和我既然马上要离婚了，那你还回来干什么？我回来拿点东西。什么东西？就是一些平时的衣服。你也知道，我和小燕的大多数衣服都还在家里。突然，顾庭元感觉自己的裤子被拉了拉。婉婉，怎么了？这是？干爹，报警！
婉婉，看出什么了吗？小池哥哥腿上的伤和他有关，他就是罪魁祸首。顾方池右腿的伤是1岁时遭绑架落下的，因错过最佳救治时间，才成了如今的残疾。干爹，你信我好不好？爸，报警吧！顾方池不知何时走了过来，手里攥着刚从行李箱翻出的文件。曹叔，什么意思？这些竞标资料你也敢拿？是不是找死？报警！小池的事儿，今天的事儿，还有你那些没被拆穿的猫腻，我全都要查清楚。陶叔，最好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不然别怪我不念旧情。警局里，苏婉婉和顾方池坐在一起，顾庭元去隔壁了解情况。小池哥哥，放心，曹叔一定会被绳之以法的。小池哥哥，你相信婉婉呀，她一会儿就要被以前的同伙供出来抓走了。婉婉，谢谢你。不用谢的，小池哥哥，以后你要多笑笑，很好看的。我不笑的时候不好看。没有，不笑也好看，但是婉婉更喜欢小池哥哥笑的样子。那我以后就多笑笑。好。两个小家伙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警局的警员看在眼里，都觉得软乎乎的特别可爱。这时，门口忽然冲进来一名制服警察。最近那起绑架案的嫌疑人抓到了，还供出了以前参与其他绑架案的同伙，都有谁？说巧不巧，正好有刚才被抓的曹叔。众人一惊，下意识看向苏婉婉。方才他的悄悄话，竟一字不落的被大家听了去。嘿嘿，小池哥哥，婉婉没骗你吧？小池哥哥，我还怀疑老宅的风水也是曹叔改的。他也是天师？不可能，天师必须为人正直，身上还得有功德，不然三清老祖根本不会让其入道。不过我听师傅说过，有种人不被老祖认可，就修了旁门左道。曹叔说不定会些旁门左道，要么他背后还有人。婉婉说完自己的想法，又皱着小眉头，总觉得有什么事没想清楚。算了，不想了，等婉婉长大了，肯定就懂了。就小团子这迷糊的样子，怕是长大智商也高不到哪去。可顾方池看着他鼓嘟嘟的小脸，心里悄悄做了决定，就算他一辈子笨笨的，他也护他一辈子。顾庭元谈完话出来，就见两个小家伙凑得更近，腻腻歪歪的。干爹，事情处理好了吗？放心吧，都处理好。曹叔偷公司机密的事证据确凿，插翅难飞，而他过往的那些事也终于水落石出。顾庭元下意识看向顾方池，眼中满是愧疚。不用道歉，我没关系。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你一个交代，以后你就是我唯一的儿子。曹叔被判无期徒刑，此前警方逮捕的绑架嫌疑人一当庭供出，曹叔正是5年前顾方池绑架案的主谋，人证物证确凿，最终给曹叔一副玫瑰金审判。顾庭元带着2个孩子从警局出来，刚走几步，身后的顾方池却突然定住了脚步。干爹，小池哥哥好像不舒服。哪里不舒服？要不要现在去医院？腿疼，脚踝那里。小池哥哥别怕，我跟着师傅学过医术的，婉婉给你揉揉，揉一揉就不疼啦。话音落，婉婉便小手熟练地落在顾方池的脚踝处摸骨按压，动作稚嫩却透着不张法。不过短短几分钟，顾方池蹙着的眉头便渐渐舒展开来。小池哥哥，你好些了吗？顾方池试着轻轻扭了扭脚踝，除了一丝微不可察的刺痛，先前的酸胀感竟消散了大半，再无其他不适。好多了，婉婉真厉害。哪有啊，婉婉只是跟着师傅学了一点点皮毛啦。要论医术，还是婉婉的师兄最厉害。干爹，我能治好小池哥哥腿上的伤，以后我可不可以经常来干爹家给小池哥哥治腿呀？真的吗？婉婉，你没骗干爹，对不对？得到婉婉肯定的答复，顾庭元积攒了数年的辛酸与期盼瞬间涌上心头，眼眶猛地泛红。他俯身，小心翼翼地将2个孩子紧紧抱进了怀里。晚上，苏纪周来接自家宝贝女儿，顾庭元便将婉婉说能治好顾方池腿伤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了他。周哥，你也知道这些年我为了方池的腿遍寻了多少名医，可结果终究是不尽人意。婉婉年纪虽小，但我知道这孩子不是普通人，他既然敢说能治好，我这个当爹的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想拼尽全力试一试。你放心，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都能坦然接受，绝不会怪婉婉。苏纪周心中的忧虑本就全在顾方池的腿伤能否真的被治好，如今见顾庭元态度这般恳切，且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便再无理由拒绝。驱车回家的路上，苏纪周状似随意地提起此事，想探探女儿的底。婉婉，你跟爸爸说实话，你有几成把握能治好小池哥哥的腿？7成。宝宝，这是8。虽然只有7成把握，但是婉婉有外挂呀。婉婉的24师兄医术超级厉害，明天我就给师兄打电话，让他过来帮小池哥哥看腿，肯定能治好。婉婉师兄太多，苏纪周也没多问，只不过心里放心了不少。
第二天一早，婉婉没去上幼儿园，而是让苏纪周带她去了天师会。爸爸，你去上班吧，婉婉自己进去就行。苏纪周有些不放心，还好这时候张怀玉闻讯而来，老父亲这才放心让婉婉自己进去。张怀玉牵着自己的小师伯，心里又兴奋又紧张。怀玉呀，小师伯，怎么了？怀玉呀，你也要上幼儿园吗？怀玉背着书包，难道不是要上学吗？小师伯，我是去上高中。每个小孩都要上高中吗？也不一定，不过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继续读书的。那我可不可以不读书？不管怎么样，总要拿个文凭，没有文凭，以后就考不了证，拿不到证就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就得喝西北风。小师伯，你觉得要不要读书？婉婉被绕得晕头转向，小脑袋却转得飞快。没有钱是不是就不能买小蛋糕？婉婉睁大双眼，头一次明白不读书的后果竟然这么严重。可一想到自己要读几十年的书，顿时觉得脑袋都疼了。那婉婉以后当道士，给人看风水，这样是不是可以不读书了？小师伯，现在当道士也要考证的，还得本科及其以上学历。婉婉吸了吸鼻子，整个人瞬间黏啪啪的。既然这样，婉婉还是好好学习吧。张怀玉哭笑不得，就算他这辈子不努力，首富爸爸也能养他一辈子，但现在愿意学习总归是好事。张怀玉说说笑笑，把苏婉婉带到了向德寿的房间。师弟，哟，小师姐，今天怎么想着来这儿了？怀玉，你先去上学吧，别迟到了。师弟，你有莫师兄的电话吗？婉婉找他有事呀。我还以为小师姐是专程来找我的呢。师弟，你不要难过嘛，婉婉找莫师兄是真的有事呀。苏婉婉语气真诚，不做半点虚假。向德寿也不再逗他，拿出手机当着他的面打了视频电话，结果对方直接拒接了。莫师兄怎么把电话挂了呀？嗨，师兄可能在医院，我带你过去。二人打车来到帝都医院，可这时办公室门口早已排满了病人。你谁呀？对呀，你这个老头不能觉得自己老就插队呀！我们已经排了3天了，能不能别耽搁我们？对不起，我是来找师兄的，不会耽搁大家的时间。对不起，我是来找师兄的，不会耽搁大家的时间。婉婉，师兄，你先忙，有什么事等你忙完了再说。师弟，你先走吧，待会儿我让师兄送我回去。莫金春还很年轻，今年才27岁，因为医术卓绝，早早的就当上了医院的内科主任。那时候婉婉觉得莫金春长得最好看，小时候别提有多黏他了。饿了吗？慢慢吃。师兄，你最好了。他记得自己离开道观时，小师妹连话都说不清楚。一眨眼竟然都长这么大了。师兄，上班不要摸鱼啦。病灶已经转移到了肺部和骨头上，8项药可能已经不管用了。莫医生，我的病还有希望吗？保持好心态，一切总会好的。将死之相啊！师兄，为什么医术救不了所有人？婉婉，医学发展到如今，很多问题都没办法解决。我们是人，不是神。师兄带你去吃饭。好。兄，虽然上天各有命，但是我们总要反击的，总不可能打你一拳你就一直趴在地上呀。要是有人打我一拳，我一定狠狠地揍回去。我还要叫上师兄弟们帮婉婉一起揍。谢谢婉婉，师兄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阿姨，今天吃什么呀？今天有红烧肉、炒青菜、番茄鸡蛋。阿姨，我可以全要吗？你这么小，吃得完吗？阿姨，你放心，婉婉能吃完的。果然不要钱的饭就是香。婉婉来找我是不是有事？我想请师兄出诊，医治小池哥哥。师兄，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小池哥哥家好不好？等下班我跟你一块儿去。哟，莫医生，你怎么还带着自家小孩来上班啊？哟，莫医生，你怎么还带着自家小孩来上班啊？男人一身白大褂，一双丹凤眼，眼皮薄，眼睛深邃，山根雄厚，说明是有福之人。虽然语气有些刻薄，但并没有什么缺点。哥哥好。
好可爱啊！莫金春，没想到你竟然有这么可爱的小崽子。你羡慕了？羡慕个屁！你家没人带孩子吗？工作时候不让带孩子来上班的你不知道？你难道还真想上医院的粘贴栏上啊？这是我师妹，今天得待在医院。哥哥，婉婉很乖的，不会打扰到师兄休息的。那你自己多注意点。谢谢。许一白刚想转身离开，就被婉婉拉住了手。怎么了？哥哥，婉婉观你印堂发黑，恐有血光之灾。所以呢？所以哥哥，你今天不要出办公室了。小神棍，哎，我答应你还不行吗？我马上回去。今天说什么也不出办公室。婉婉这才放心的跟着莫金春一块回了办公室。婉婉，怎么了？师兄，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声音？师兄，去看看。二人迅速跑了过去。哥哥，不是让你待在办公室别出来吗？我他妈还没走到办公室就被刀架脖子上了。你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答应你，只要你先把人放了。我都快死了，还能要什么？明明你们都是医生，为什么不能救救我？我给了你们这么多钱，结果你们呢？除了坑钱，还会什么？今天我就算是死，也要拉着你们这群魔鬼一块下地狱！师兄，干他！婉婉，把刀拿远点，别伤着自己。师兄，我帮你摁着，揍他。婉婉，他做错了事，应该由警察来处理。哼，好吧。许一白还在恍惚，莫金春为了哄小姑娘高兴，出去给她买了一个草莓味的小蛋糕。这到底怎么回事？都说了今天有血光之灾，你还不信？哇！那外面墙壁上的刀……哦，小师妹的力气是天生的，习惯就好了。小时候就经常抱着比自己还大的狗子转圈呢。什么？等到下班时间，顾庭元过来接小团子。干爹，干爹。顾先生，你好。干爹，这是婉婉的24师兄莫金春，师兄他超级厉害的哟。你好，莫先生，我是顾庭元。你好。车上，婉婉立马化身小屁精，对着干爹和莫金春有吹不完的彩虹屁。小池哥哥也很棒哦，成绩特别好，婉婉觉得他是幼儿园最厉害的扛把子。你小池哥哥是扛把子，那你是什么？我是，那我是幼儿园的扛妹子。这个笨蛋，小池哥哥，你怎么开始翻白眼了？是你的，别说话了。哦，等来到顾家，莫金春就开始给顾方石制图，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期，想要完全恢复恐怕很难。顾庭元眼里的光瞬间熄灭，而顾方石也难免失落的情绪。小池哥哥，你放心，婉婉一定能治好你的。虽然有些难，但还是可以试试。小池哥哥，我师兄说的试试就是一定能治好，而且你还有婉婉呀。小丫头长大了，话也多了，仇人。婉婉说的没错，医学上来说的确是错过了最佳时间，但也不是没办法。莫医生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我说。怎么了？师兄，我跟你打个商量好不好呀？总觉得小姑娘接下来没什么好话。师兄，婉婉喜欢你的金针，等你死了能不能送给我呀？那个不用等我死，现在就送你。师傅说了，这种好东西一定得别人死后才能继承。师兄你放心吧，婉婉等得起的。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以后这话对着你其他的师兄弟说。为什么呀？我无福消受，你拿去吧。真的送我啦？从小到大，你要的什么我们没给你。等婉婉回家，送些平安符给师兄吧。婉婉的福可是可遇不可求，再帮我画2张5雷符。好。婉婉，你行不行啊？我行的。你扎吧。小池哥哥，是不是婉婉金针扎的不行啊？那下次婉婉再轻轻的。你腿现在还疼吗？婉婉给你呼呼好不好？我不疼，不用吹。婉婉，什么时候能取针？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待会儿师兄会给哥哥开药方，干爹你明天去抓药就可以了。谢谢婉婉。阿姨，婉婉想吃冰激凌。小池哥哥，以后婉婉每天都来你家，保证3个月药到病治。那我以后辅导你做作业。其实
倒也不必。不会有什么事吧？小池的腿伤得太久，经脉处堆积了很多毒素，排出来就好了。顾庭元把二人留下来吃晚饭。小池哥哥，你还要养伤，婉婉给你加个大鸡腿。婉婉真棒，都会给哥哥夹鸡腿。我们婉婉长大了。别喝了。吃完饭没多久，苏纪周便过来接苏婉婉。小池哥哥，婉婉要回家了，明天再来看你好不好？那我走啦，小池哥哥再见。婉婉钻进车里，因为一天没休息，没多久就打起了呼噜。小王，把空调调高点。OK。回到家，苏纪周把婉婉放到自己房间，又拿了小帕子给她擦干净小脸。婉婉一觉睡到了第二天。爸爸，你好帅呀！走，我们洗漱吃饭去。老爷子今天起得特别早，正坐在餐桌旁看报纸吃早餐。婉婉来了，爷爷。婉婉，今天要吃多少个包子？12个。马上要过年了，让几个小子都回家过年，这都几年不着家了，不像话。待会儿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无论如何今年早点回来。爸爸，哥哥们要回来了吗？婉婉喜欢哥哥吗？喜欢呀，婉婉最喜欢哥哥了。婉婉说完，心里忽然有些涩涩的，她摸着胸口，一脸困惑。婉婉，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有呀，刚才就是一瞬间，现在没事了。苏纪周和老爷子不放心，带婉婉做了全身检查，确认没事后才送到幼儿园。苏纪周拜托绵绵老师多留意婉婉，然后离开。今天怎么这么迟才来？婉婉把早上的事一五一十说了。那你身体没事吧？要不你今天还是回家休息吧。我真的没事呀，你要是不信，我现在就绕着幼儿园跑20圈。顾方池赶紧拦住婉婉。绵绵老师注意到两人的举动。婉婉小朋友，前天的作业带来了吗？作业在你书包里。婉婉松了口气，从皱巴巴的书包里翻出一个破烂的小本子，好好的看着绵绵老师。下次要把本子保护好哦。绵绵老师，你最好啦，你今天真漂亮，像仙女一样。小池哥哥，还好有你，不然今天我肯定要被绵绵老师脱了裤子打屁股。他不会打你，整个幼儿园谁不知道你是他的宝贝蛋子？你不懂，大人们越是宝贝的孩子，越是舍得揍。我以前就是师傅的宝贝蛋子，但他经常说想揍我，不过他又说打我折寿，所以都是打师兄弟，打得可狠了。顾方池看着婉婉憨态可掬的模样，神情柔和。幼儿园里的时间很松散，上课后老师组织看动画片，顾方池拿出一本英语书看，婉婉好奇凑过去，看到密密麻麻的字母，眼前一昏。婉婉试图用看动画片分散注意力，突然指着电视激动的大叫：“这是我爸爸！”婉婉一双眼睛亮晶晶的看着电视，周围的小朋友哇了一声。婉婉爸爸竟然是奥特曼，婉婉好厉害啊！婉婉，你爸爸会打怪兽吗？我爸爸不会打怪兽。你爸爸是迪迦奥特曼，为什么不能打怪兽啊？你见过怪兽吗？所以婉婉也没见过爸爸打过怪兽呀。一群小朋友愣了一下，紧接着十分赞同的点点头。婉婉还想说什么，但忽然看见一道目光朝她看过来，顿时缩得像一只鹌鹑。最后婉婉喜提面壁思过一套，在角落里站了5分钟才让回座位坐着。小池哥哥，你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天天被罚站正常吗？不正常。婉婉眼神一亮，但是对于你来说还挺正常的。下午放学的时候，婉婉和顾方池手牵手走在最后面。你们家长半个小时后过来，你们就在老师旁边乖乖等家长过来，知道吗？绵绵老师，我们就在这里，不会乱跑的。婉婉，我去上个厕所，你就在这儿，不要乱跑，知道吗？好的。顾方池刚走后没多久，婉婉突然听见有人正在悄悄喊她。婉婉。苏雨时下意识的伸手把婉婉抱住。宝贝，你要干什么？我……苏雨时刚准备开口，就被一群人围住，吓得他一句话也不敢说。绵绵老师刚送完最后一个小姑娘，就看到这一幕，吓得腿都软了。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你先把手上的小朋友给放了。老师，不是我，别打了，我是这孩子的亲哥。